必报！火木远居然重生了！倪家神女与我成婚，难道就是为了借机杀我？这么想来，他那兄长浩然天地，表面与我君臣相称，其实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亏我还将他二人视为至亲，待我重返天地领域，是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若要报仇，靠这个身体怕是困难重重。记忆中，此人与我同名同姓，但他毫无修炼天赋。家主，家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天赋这么差，居然还是个家主，也好，这样未来行事就方便多了。说，出什么事了？金家上门提亲，要我们穆家把修炼天赋极高的五小姐嫁给他们家的傻儿子。金家实在是欺人太甚，老家主刚出了意外，他们就上门来找麻烦了。哎，少家主还年少不成气候，穆家怎么可能斗得过金家呀？你们说戴家主会答应金家的要求吗？穆长老，现在穆家的事情应该是你说了算吧？你看你们穆家五小姐和我二弟金城元的婚事，是不是可以定下来了？订婚好，订婚好啊！不过是小辈无能，我穆江纯天为穆家的执法长老，代为执掌家主之职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份婚约还得由穆兄来做主。只要你点个头，以后金家和穆家就是一家人了。哼，当年同为凤云城四大家族，如今我穆家居然要沦落到看金家的脸色了。大伯，我不会和他定亲的。穆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诗情小姐看不上我们二少爷，亦或看不起我们金家？不好，穆诗情，你放肆！这里是议事大堂，岂容你一个小辈胡乱插嘴？大伯，晴儿死也不会嫁给一个傻子的。死也不肯嫁，傻子？哼！我二弟堂堂金家次子，哪一点配不上你这庶出的小丫头？金家次子，很了不起吗？金承轩，你这口气真是大的可以。啊？穆远？哟，我当是谁？这不是穆家大名鼎鼎的废物家主吗？听说你缩在家里很久没有出来见人了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出来了？怎么回事？这厮的眼神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穆兄，我记得穆远虽是新任家主，但他能力有限，负责打理家族事务的一直都是穆兄你吧？是。穆远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戴家主，你见到我这个家主，你很惊讶吗？穆家主说的哪里话？你身体欠佳，还是回去静养，不要出来走动才对。戴家主，你可以下去了。穆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人欺上门来，你却只会窝里横。家主这个位子，你配得上吗？穆远，不得目无尊长，我可是你大伯。大伯，若没有你，恐怕我也未必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吧。难道他都知道了？看来是容你不得了。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灭了你这废物！什么？穆江纯虽然不是什么高手，
但也是绝灵境的强者。做得好，穆远就这么躲掉了。这么近的距离，就算是同为绝灵境的强者，也无法躲闪。穆远一个废物，如何能避过致命一击？想不到我的妙环借元步居然还能用。刚才的关键时刻，身体里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涌了出来。那力量到底是什么？可恶！事已至此，老子更留你不得！穆江纯，给我住手！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家主下手！当我们几个老东西不存在吗？江纯不敢。穆远这小子终于开窍了，不愧是我穆家嫡传一脉。既然家主来了，穆江纯自然应该主动让位，交还一应事务。金家的请求就劳烦家主亲自处理吧。求之不得。穆少家主重掌大权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那二少爷的婚约，就请新任穆家主来确认吧。若是老家主还在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形势比人强，不知道穆远会如何应对。穆远哥哥，不要钱！五妹放心，就凭你这一声穆远哥哥，我也不会签什么劳什子的婚约。送客。再见。穆远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处境了？劝你赶紧签了婚约，给你们穆家找个靠山，以后也能在凤云城苟活下去。找个靠山？不必了，有我穆远在，谁也别想打我穆家的主意。哼，穆远，你们穆家日渐式微，和金家翻脸的话，只怕不出半年，穆家就会在凤云城彻底消失。唉，想我穆远当年威慑四方，何等威风！到底造了什么孽，居然在这跟一群傻子纠缠？哼，看那废物的表情，果然是怕了。待我再吓唬吓唬他，事情就成了。穆远，我代表金家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吵死了！你竟敢！我竟敢啥？大少爷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居然没有看清他的动作。他竟然敢打金家少家主，这废物怎么变化这么大？穆远，你有胆再打一下试试？我金家不会放过你的！求打！别打了！穆远，放开我家大少爷！什么？打得好！揍他！揍他！二少爷，今天似乎不该带你来的。果然，千刃剑指也能用，可惜这身体太弱，几乎发挥不出什么杀伤力。既然二位不肯自己走，只能我送二位一程了。哎呀！少爷，慢点儿！今日之主，我一定会千倍百倍向你讨回来。1月之内，我要让穆家这世上永远消失。啊，随便随便，你开心就好，赶紧回家吃饭去吧。穆远，你就是这样当家主的吗？得罪了金家，今后穆家要如何在凤云城立足呢？就算不答应婚约，也不该侮辱金家大少爷呀！唉，家主的处断确实莽撞了。大长老，你怎么看？
我认为家主此举十分正确。金家欺人太甚，如果我们一再退让，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。看来穆家还是有明白人的。今日家主行事果决，扬我穆家声威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再给大家说几句吧。现在的穆家人心涣散，就算没有金家，恐怕也不长久。罢了，既然我已经开始掌权，索性先做个战前动员。大家听好，本家主向大家承诺，从今往后，穆家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欺凌。谁敢挑衅穆家，下场只有一个字：死！唉，终于摆脱那些家伙了。刚才在大堂动手的时候，就觉得体内有种奇怪的力量，赶紧用内视之法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等等，那是我当年的佩剑赤吼，怎么会在我的气海当中？那是我当年独闯赤吼魔宫取得的神兵，可以化为剑气，收在体内。没想到它与我一起重生了，可是看样子赤吼似乎破损得很严重，不知道……这是……难道这就是我的气海内部？没想到离近了看，赤吼居然这么大，剑身已经破得不成样子，不过周围隐约有阵阵混乱的气流。说起来，倒是和我经脉中的气息颇为相似。另外，周围这些碎片，也许能帮助赤吼复原。试试看，能否用意识操控碎片修复赤吼。碎片可以修复赤吼，修复一道缺口，便会有一道力量冲击我的经脉。虽然痛苦难忍，但这道力量也让我体内的气息顺畅了一些。不过，只是修复那一小块碎片，就耗尽了我浑身的力气。要想把那千千万万的碎片尽数复原，怕不得花个几百年。唉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加速修复的。可恶！穆远这个小辈，竟敢当众让我难堪。穆姐那个老东西，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居然一心维护穆远。这样下去，今后穆家祸福难料啊！我在穆家多年经营的心血，岂能拱手让人？穆远，是你逼我的。穆家、金家，几个偏远小城的家族，居然自称什么4大家族。那就让我看看家族里有什么好东西吧。家主，地上2层都是寻常的金石珠玉，字画器物。这里都是些低等神兵，派不上什么大用场。上一任家主，也就是这个穆远的父亲，之前带家族精英前去绞杀一波凶徒，不料遭受埋伏，全军覆没。唉，他们的装备都是家族最好的收藏，可惜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穆远哥哥，五妹，你也来挑选法宝吗？五妹因为天赋出众，才被允许进入宝库，可惜穆江纯拿住了她庶出的身份，处处压制。不是，我来归还功法秘籍，上次借了这一本，不过可能是我太笨了，感觉有些摸不着门道。哦，我看看。五妹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武灵吗？这个世界的人修炼都是依靠自身武灵的觉醒，武灵由气息凝结而成，每人只有一个，
虽然形态各异，但初始都是兵器的样子，然后逐渐化出人形。不知道五妹的武灵是什么？哦，嘿，出现了。是一柄剑呢，难怪你拿了这本清流宝录。我的武灵成型之后，就再没有发生过变化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凝结出人形。走吧，我陪你去下一层找找合适的功法。诶，这里都是些低级的功法，打打基础还行，还想更进一步的话，效果就差得很了。也罢，我当年掌握了那么多的功法，就拿出来让五妹修炼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木原哥哥，这两本功法你先拿回去修炼，过段时间我再帮你找更高阶的功法。可这2本好像都不是剑法的秘籍啊。你不用担心，按我说的方法修炼就好，保证1个月内就能见到效果。凤云城地处偏远，修炼的方式也比较落后，还不明白功法之间相辅相成的道理。这一本刀法，一本拳法，正是弥补五妹武灵的不足。五妹若能成为强者，我穆家今后的路也会好走许多。接下来咱们再去财务堂走一趟，给你领一些养气培元的丹药。可我这个月的份额已经领过了。你之后的修炼需要丹药进行辅助，量少了不够用，肯定是要多领一些的。谢谢木原哥哥。用力点儿，没吃饭吗？是。有人吗？谁呀？大呼小叫的。哟，是家主大人大驾光临啊！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这穆海是穆江纯的侄儿，被他蓄意安排掌管穆家的财务，跳梁小丑般的人物。改天找时间把他打发了吧。咱们这里有什么修炼用的丹药，拿出来我看一下。没有。什么？家主怕是当甩手掌柜当惯了，不知道持家的困难。修炼用的丹药金贵无比，咱们除了每月固定的支取，1颗富余的都剩不下。你这就是对家主的态度？你干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财务堂的堂主，滚出去！你敢打我？我可是执法长老的！打的就是你！滚！穆远，你被欺人太甚！哪个长老有异议，让他来找我。首领大人，杀掉穆远的事情还要请您多费心了。解决掉老子，又冒出个儿子，你家长老想当个家主，就这么难吗？其实这次只是个意外，不过长老不便亲自出手，所以要请首领相助。也罢，送福送到西，你家长老的委托我接了。是谁？属下在。接着。这是他老子的佩剑，用老子的剑去杀儿子，想想都觉得有趣呀。这么多天过去，体内的气息终于顺畅了一些，可赤吼只勉强修复了6、7处缺口。按照这个进度，光是突破通脉境，可能都得花费个10年8年的，这也太慢了，得想想办法呀。哪儿来的水？什么？有敌袭！可恶，水为至柔之物，对他任何攻击都无效。只有找到你了，拿命来吧！不好，下去吧！本以为你就是个没头脉的废物，没想到居然还有点实力。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这把剑是
你认出来了？这可是你爹的佩剑。什么？难道说上一任家主是？没错，也是死于我们手下。今天我就用这把剑送你去见你老子！以血肉来抗衡利刃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。无心偃月手能以精准的判断和灵巧的手法出其不意夺取对方兵刃，这具身体根本发挥不出福星偃月手的作用。没想到我重生一死，却死在无名小卒的手里。别挣扎了，乖乖受死吧！这剑怎么自己往里捅了？抓不住！怎么回事？不管了，反正你一样是死。哪来的小丫头坏我好事？你是什么人？受死吧！绝灵境，这小丫头居然是绝灵境！真是要感谢这位杀手兄，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。刚才那把剑刺入我体内，便被赤猴感应到，赤猴将它吸入，修复了自身的一道缺口。如此一来，加快赤猴的修复也有办法了。梦远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五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妹按照梦远哥哥说的方法修炼，今天果然突破了通脉境。原本是特意来感谢梦远哥哥的。9岁达到绝灵境，五妹，你果然前途无限。从此，我穆家又多了一份不容小觑的力量。家主，家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家中进了刺客，看样子是专门冲我而来。什么？跑了？难道真的是他？早上穆江纯将妻儿送走，说是回娘家省亲，现在看来倒是提前做好了逃跑的打算了。这个穆江纯竟然做出如此勾当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不止如此，那个杀手还透露给我一个信息：上一任家主，我的父亲，还有家族的那些精英，都是被他们害死的。什么？查！彻底的查！穆江纯勾结外敌，谋权篡位，绝对不能放过他！可恶，刺客怎么会失手呢？这回怕是被穆江纯那厮坑惨了。穆江纯我倒不太担心，不过正好借此机会，将家族上下整治一番，以后我管理起来也少了许多掣肘。行了，大长老留一下，其他人都散去吧。不知家主还有何事要吩咐老朽？先前老家主意外身故，族中的神兵利器流失十分严重。如今我开始修炼，打算选几件神兵利器。大长老可知道去哪里找？神兵利器？那自然是去烈云集中部的公家。据说公家是豪门大主，他们家的铺子偶尔会有些稀罕物件。这剑好像还是差了一点。连我公家铸造的神兵都入不了你的法眼吗？小子，你难不成是专门来找事的？这公家的店面挺气派，说不定里头真有些好东西。这些剑的品级倒是不算低，可惜都不如我吞噬的那一柄孤问，与赤吼之间完全没有感应。小二哥，还有其他的吗？这位爷，您挑了半天都不满意吗？啊，客官稍等，我去就来。唉，不是我挑三拣四，实在是那位赤吼大爷难伺候啊。这如何使得？我说使得，自然使得，你不必多言，按我说的话做就是了。客官，您看这一柄剑如何？好像还是差那么一点儿。哼，连我公家铸造的神兵都入不了你的法眼吗？小子，你难不成是专门来找事的？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这把剑是本小姐的佩剑，货真价实的神兵利器。
连我的剑都入不了你的法眼，我看你根本是来捣乱的。这把剑的确不是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看剑！小姐。好霸道的力量，现在的女孩子都这样的吗？本以为你是什么强者，结果躲这么几下就累得气喘吁吁了。哼！你不过就是一个力气大点的巨力怪婴而已，神气什么？巨力怪婴？你才是巨力怪婴！看他起码达到了第3层淬体境，就算我恢复了一条经脉，也和他耗不起。不过，我已经找到你的破绽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力量被转移了！一点借力用力的巧招，果然有效果。好了，到此为止吧，告辞。等一下，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凤云城穆家，穆远。哥哥，我的修为又精进了，多亏了哥哥给我的丹药。那些丹药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烈云集买回来的，对你修炼最是有效。谢谢哥哥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。五妹，待你修炼至第4层的凝气境，便可以显化武灵了。到时，战力提升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对了，哥哥，你怎么样？修炼？家主，3大世家的少爷和城主共同登门，说是有要事与家主商议。哦，这群人来找我，倒也稀罕。去看看。这穆远好大的架子，居然让咱们在这等他。呵呵，他怕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，还以为穆家和以前一样风光呢。诸位，请各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稍安勿躁。顾城主，恐怕不给你面子的不是我，而是穆家家主吧？城主大人，是我多言。这次的事情明明由我们3家就可以完成，干嘛非要捎带上穆家？哦，莫非金晨轩你有所不满啊？看来是我上次招待你，招待的还不够啊！金少爷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哼，这城主虽说是官家委派的，但治理一方也只能依靠有势力的大家族，低声下气的像条狗。说吧，你们有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有一位京城神兵世家的大小姐要在附近的烈云山狩猎，希望4大家族一起出人护佑小姐周全，所以没兴趣。什么？顾城主，你今天带着3大家族一起来，说明这件事儿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，而唯独穆家丝毫不知。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本来是将我穆家排除在外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既然诸位本来就不把穆家放在眼里，又何必再来送客？穆家主，等等。穆远这次居然拒绝了，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？那可是公家。算了，他自己不去，倒正合我们的心意。穆家主连我公家的面子都不给吗？是你？穆家主是不打算给我公家一个面子吗？是你？宫小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我若不来，你们怕是请不出穆家主吧？穆家主，他们3家将穆家排除在外的事情，我不知晓，反而是我要求必须由穆家贴身护卫我左右的。什么？确实如此。难怪城主这么坚持，原来是公家亲自要求的。见鬼！这穆远什么时候搭上公家的？不知穆家主可否赏脸？宫家大小姐愿意让穆家护卫是穆家的荣幸，你还……老头闭嘴！虽然我长得比较成熟，但我才18岁啊。宫小姐，穆家刚刚遭逢变故，拿不出太多人手。是吗？那我便不强求穆家主了。那把剑居然在和斥候共鸣，这宫小姐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宫小姐，
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代表穆家担任护卫，不知宫小姐意下如何？那便有劳穆家主了。哼，这宫家小姐抽的什么风？这么看重穆远那家伙？怕是看上了穆远，打算养他当男宠吧？不管什么原因，绝不能让宫家和穆家排上任何关系，这对我们3家都不利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穆远是宫小姐钦点的护卫，明天肯定跟在宫小姐身边。咱们要想个办法，最好让他有去无回。明兄，你是我们中智谋最高的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反正穆家只有穆远一个人担任护卫，势单力薄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们听我安排，明天找个机会将他除掉就是了。明日你们便这样。宫小姐，我有个疑问。哦，我们这烈云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值得让您兴师动众，一定要从京城跑来狩猎？霆锋礁，凤云城地处偏远，而烈云山地位于凤云城之北，其中有许多珍稀的妖兽。霆锋礁的灵核，正是我强化武灵所需要的材料。凤云城周围的确有许多妖兽，也是因为受到妖兽的威胁，凤云城的发展才受限。小明，小明，别那么叫我。你的计划真的没问题吗？放心吧。宫小姐，什么事？烈云山脉地域广大，霆锋礁又是罕见的妖兽，行踪隐秘，不如我们4大家族每家一个方向分头搜寻，这样更有效率。可以。明公子，这样的安排真的不要紧吗？毕竟咱们的职责是护卫宫小姐，万一出了什么差池，穆远固然难辞其咎，但咱们必定也会受到牵连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以宫小姐的身手，撑到咱们救援应该问题不大。不过穆远嘛，身负护卫之责，本领却是不济，你猜结果会怎么样？宫小姐为什么非要选我贴身护卫呢？因为我见识过你的实力。哦，我还以为我败给你就打算借机报复？你觉得我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吗？没有没有，宫小姐心胸开阔，自然不会做这种事了。哼，上次你来我宫家砸场子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说好的心胸开阔呢？喏，这把剑是我特地托人从宫家带来的，你看看如何？果然是把好剑。哼哼，若你这次护卫的周全，它便是你的报酬。哼哼，太好了！只要用那把剑融入赤吼，我就能再恢复一条经脉。这鸟是乌环鸮，一种凶猛的妖兽。数量少的时候威胁不大，只有数量多的时候才比较危险。可这是北方的妖兽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怪我从来没听说过本地还有这种妖兽。什么？哼！不好，我们被包围了，整座山上都是。我在北方也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乌环鸮，这里怎么会？小心！来再多也是一样。小心后面！多谢。我之前和你交手就发现了，你的修炼方式绝对有问题。什么？你……那就是霆锋蛟吗？没错，乌环鸮攻击性非常强，看来是惹到不该惹的了。不过正好给我们解围了，先去树林里避雨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！
看看。好奇怪的味道。宫小姐，乌环鸮是靠什么辨别猎物的？主要靠嗅觉。这人就在我们附近，却一直没有被乌环鸮攻击，看来是先前在身上涂了掩盖气味的药剂。刚刚霆锋蛟不语，药剂的气味被洗去，所以他才被发现。提前涂药，看来这人早就知道这山上会有乌环鸮。乌环鸮本不属于此地，他提前知道，说明乌环鸮就是此人的同伙放置的。宫小姐，你有什么仇家吗？我这次出门非常机密，有仇家也不会知道。如果不是冲着宫小姐来的，那就是……看来乌环鸮被解决的差不多了。不过这些鸟正好让我们知道了那条龙的位置。因祸得福，我们这就通知那3家过来吧。不用，我一个人来帮你收服蛟龙。可恶！这雨把我刚换的衣服都淋湿透了。还不是那宫家小姐，非要招惹什么龙？少爷！啊！都穿上衣服，准备上山。上山？可那龙不是说只要待在山下就可以了吗？情况有变。这附近已经没有活着的乌环鸮了。看来霆锋蛟的巢穴就在这附近了。霆锋蛟居于树木之上，因其身形巨大，又会兴风不雨，所以霆锋蛟所居住的树木会十分粗壮茂盛。若以刚刚霆锋蛟现出的身形大小，怕是这座山都不够他住的吧。霆锋蛟可大可小，显现方才那么大的身形是十分耗力的。宫小姐，你看，这里的树木比刚才经过的地方更细了。你刚刚说霆锋蛟居住的树木会十分巨大，说明那棵树一定汲取了周围大部分营养，会压制其他树木的生长，所以树越来越细的地方就是霆锋蛟的所在地。原来如此。停！宫小姐，你的招式威力巨大，能否在地上开个洞？哦，好的。嚯，好粗壮的树根，看来已经不远了。我听说你自小都待在凤云城里，怎么会对狩猎神兽这么熟悉？我在家中的书上看到的了，总不能告诉他我有前世的经验吧？果然，我没有看错人。霆锋蛟护家意识十分强烈，不如……也就是说……没错，在这里破坏他的树木，逼他现身。所谓打草惊蛇，小心，要来了！好强，不愧是龙形妖兽。经历了之前的消耗，还有这么大力气吗？看来要得到你的灵核，要费些力气了。我来助你，千仞剑指。这么大的个头，胆子却这么小。不要掉以轻心，霆锋蛟对于入侵者不会善罢甘休。好大的树啊！看来这就是霆锋蛟的居所了。没看到他的踪影，看来他没有逃回来。不，霆锋蛟不会轻易放弃居所，他一定还在附近。什么？小心！这畜生居然缩小了搞偷袭！哈！可恶，还是让他跑了。宫小姐，我刚刚就说了，你的修炼方法有问题，现在正好趁机告诉你，你的修炼方式是不是一直在追求威力霸道的大招式？那是因为我的武灵。你既然要用蛟龙内丹作为修炼材料，说明你的武灵和龙有关，所以你以为龙就要刚猛霸道吧？但你错了，龙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就像刚刚霆锋蛟既可以腾云驾雾，也可以缩小偷袭。你的招式大开大合，但却不注意细节，所以刚刚没有命中细小的霆锋蛟。我是因为什么人？是我，明家少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我在山下看到蛟龙现身，连忙带着护卫们赶来了。你们要小心，
那蛟龙就潜伏在这附近。是霆锋蛟现身了，宫小姐。我们先躲一下。为什么？你们就先当一下诱饵吧。保护少爷。宫小姐，我现在就教你正确的修炼方法，你看好了。少爷，快跑！已经跑不掉了。死了！穆兄，方才多谢你救我，若不是你出手，恐怕我已经死在这孽龙口下了。不必谢，明兄来的也很及时啊。若不是你们赶到，我也未必能解决那条龙。穆远这家伙不对劲啊，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厉害？对了，明兄，刚才你们在上山的途中，可曾遭遇一种黑色怪鸟的袭击？穆兄说的是乌环鸮吧？的确遇到了几只，不过都被我们解决了。哦，明兄居然认得啊！穆兄有所不知，家母就是北方人士，所以我也常去那边，多少了解一些。没想到我特地引来的乌环鸮，居然没能干掉穆远。还好我计划缜密，不会让他们抓到任何把柄。宫小姐，那个东西还在吗？已经收好了，回去仔细检查一下，肯定能揪出幕后黑手。穆兄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刚刚在山腰上，有一人涂了掩盖气味的药，跟踪我和宫小姐。小明，混蛋！这两个蠢货早不来晚不来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？我们嘱咐过底下的人，不要携带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。穆远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？你们这群人，宫小姐刚刚遇到危险不见人影，现在事情解决了，你们倒出来了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那个，走吧，我们回去。穆远这家伙居然还活着！计划失败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回去再详细解释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听说我们手里有线索，某些人坐不住了。英雄饶命！我就是个过路的毛贼，打算从府上顺点东西。撒谎啊！我不会要你的命，但是像刚才那样让你痛彻骨髓、生不如死，还是能做到的。你是想受活罪，还是死罪呢？宁宫商，你的手下已经全招了，你还有何话讲？想不到一件并不存在的政务，就让你露出马脚来。是你自己全招了，还是让我亲手撬开你的嘴？宫小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明家一直在做妖兽贩卖的生意，这乌环鸮只吃肉不吃灵核，我们一直用其来猎杀妖兽。那为何知道我要上山狩猎，还不回收乌环鸮？宫小姐昨天突然要到烈云山狩猎，但这么多乌环鸮，一天晚上可回收不完，所以你就一声不吭的把我和宫小姐当成口粮，送到你家鸟的嘴下？没有，我之所以派人跟着，便是担心二位遇袭。宫小姐，虽然此事与我脱不开干系，但明宫商对天发誓，绝不敢有半分害人之心，更不会蠢到牵连整个明家。跪下！我先信了你的话，但你让我和穆家主身陷危境，一样要受罚。宫家的罚，待我回禀家主后再决定；穆家的罚，就交给穆家主了。多谢宫小姐了。
记住了，若再想施什么阴谋诡计，就先想想你现在的模样。穆远，这个穆远太嚣张了。哼，傍上个宫小姐，怕是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这些废话说了有什么用？那后面怎么样了？我这一关还没有过去，那宫小姐临走前说，她回宫家后再决定怎么罚。如果让宫家出手，我们3家都顶不住。不如，你要对宫小姐出手？疯了，那样可是会彻底的得罪宫家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嫁祸给穆远那个家伙，便可以一石二鸟了。可如何嫁祸穆远？要知道我们已经失败1次了。此事得从长计议。已经2个时辰了，还未结束吗？这就是我的武灵，我已经彻底吸收屏风胶的灵核，突破至凝气境了。青龙偃月刀的武灵，难怪力量如此霸道，而且才10几岁就达到凝气境，即便是整个大陆上，也称得上是天才了。喏，这是之前说好的报酬。终于。说起来，你明明之前是空手战斗的，为什么却对剑的品质要求这么高？我需要剑，并不是用来当武器，而是和你狩猎蛟龙一样，用来修炼武灵。好，用剑为材料修炼武灵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等我也修炼至凝气境，就展示给你看。一言为定。穆远哥哥，你还有妹妹？不错，这是我五妹，名叫诗晴。五妹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娘亲来了。娘，诗晴，娘，我好想你。诗晴，你过得还好吗？这妇人便是五妹的母亲文氏。家主，文姨请起。妹妹，你早已被他们逐出了穆家，哪里用得着给他行礼？你是谁？这位是我的兄长文心。文姨和令兄来是为了看望诗晴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今天来只有一件事，接走穆诗晴。什么？当年穆家老家主暴毙后，穆家便将包括我妹妹在内的侍妾全部驱逐，而我听说穆家对诗晴也处处打压，不给她修炼资源，前不久还打算把她外嫁给一个傻子。穆江纯那家伙还留下了这种烂摊子。不是的，诗晴，穆家如此对待诗晴，我文兴看不过去。诗晴要接到我们文家来养。文先生，你一番豪言看似关心五妹，但你踏入穆家门后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一眼，更没有问过她一句话。文姨，你为什么阻止五妹说话？不，我是……五妹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穆远哥哥对我可好了，他用自己买神兵的钱为我买修炼丹药，还给我功法秘籍帮我突破。我不想离开穆远哥哥。你，文姨，我是不会同意让五妹离开我身边的。既然你思念五妹，不如回到穆家。如今我已执掌穆家，定像待生母般待你。真的吗？不可能，穆诗晴必须回到我们文家。既然如此，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送客。可恶啊！兄长，事情不愿意走，不如算了吧。不行，文家现在虽然有了落脚点，但想继续兴旺，没有修是绝对不可能。穆诗晴是唯一的希望，必须争取过来。少爷，有人求见。明少爷。啊，原来是文先生，不知去穆家一行结果如何？别提了，明少爷，你先前给我提到穆家虐待穆诗晴是真的吗？怎么，我们商业合作这么久，你还不相信我的话？
不是，只是那穆诗晴一副亲近穆家主的样子，完全拒绝了我和他娘。这……你可真是糊涂。穆诗晴现在不过是个小孩，哪有什么主见？那穆远在凤云城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他想要控制一个小孩，再简单不过了。即便穆诗晴不想离开，难道文先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可是，文先生，你可别忘了此行真正的目的。明少爷说的对，我这就回去再想办法。撤！居然直接修复了手少阴心经，加上上次修复的手少阳三焦经，已经通畅了2条经脉。以后要好好想办法，再从宫小姐那儿搞几把好剑。穆远哥哥，你睡了吗？五妹，这么晚来找我，是修炼上有什么不懂吗？不是，娘亲刚刚又来了。他们还是不死心，要带你走吗？不是，娘亲这次只是希望我可以跟着她回文家一趟。舅舅最近接了一单大生意，已经在京城安家了，而我自小在穆家长大，外公外婆甚至都没见过我。他希望我能去拜见一次，尽份孝心。穆远哥哥，你想去吗？唉，那好吧，就让你去一次。真的？看你样子这么纠结，我怎么舍得不让你去呢？穆远哥哥最好啦，我这就去准备一下。娘亲，终于来了。只要把他带回去，回不回穆家就由不得他做决定了。对了，我正好有一位朋友也想同行。哦，是谁？京城神兵世家的宫雨兰小姐，不知文先生允许吗？神兵世家，一旦搭上他们家，那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修行，就都不愁了。穆家主说的哪里话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您的朋友要同行，我怎么会拒绝呢？一切就拜托你了。你倒是想得周全，借我公家之事给他们施压。没办法，文心肯定不会轻易放五妹回来。我在京城能拜托的也只有你了。那你可欠我一份人情了。好说，宫小姐以后有什么难处，我穆远定当两肋插刀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娘，我们要走多久啊？大概需要，差不多需要3天路程。哎，这么快吗？我还以为路程很长。凤云城位处深山，故而偏僻，但距离与京城并不远。这样啊。这个宫小姐是个贵人，你一定要和她拉近关系。宫小姐，听说您是了不起的修行天才，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家事情还请您多多指点了。说到教人，穆远比我更在行，事情在穆家本身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。这……啊，怎么回事？前面突然砸下一块大石头，把我们拦住了。怎么会有落石呢？劫匪！怎么回事？你们在车里，千万别出来。居然直接出手杀人，他们不是普通的劫匪，你快带事情离开。是。嘿，想跑没门儿！
凝气境。哼，别以为我小就好欺负。宫姐姐，我跟你一起对付他们。好，但注意保护好你娘。上面还有，小心！宫姐姐，这些人分明是有备而来，缠斗下去对我们不利，只有找机会撤退。什么？娘亲，娘亲！你怎么样？本以为杀手们就可以了结你，看来还是需要我亲自出手啊！什么人？这是武灵化形。娘！放弃抵抗，我还能让你们死得好看点。居然是人形武灵，这个人的修为比我还高。凝气境时，武灵才能显现并用于战斗，而要化成人形，则至少需要聚元境。聚元与凝气之间差了一个境界，只怕胜算不大，除非……哦，居然还想反抗！就凭你，完全不是我巨锤灵官的对手。什么？虽然敌人的武灵比我强大，但也不是无机可乘。巨元释放出的武灵有时间限制，并不能一直存在。只要拖住他，我们未尝不能脱身。给我拦住他！宫姐姐，没事，我们已经冲出来了。多亏穆远之前的指点，我才能想到自己的武灵有别的用法，否则的话，或许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这么多人，连个娘们都留不住，一群废物！你还好吗？勉强还能战斗。你不需要战斗，你现在朝着那个方向逃跑，不要回头。逃跑？那宫姐姐你呢？我朝相反的方向逃跑。如果我们一起，迟早要被追上。我明白了，那宫姐姐你也保重。事情现在应该已经与我拉开了距离，只要再为他拖延一会儿。看你还往哪儿跑！跑？我可没打算跑。那就去死吧！龙能显能隐，能细能聚，能短能长，春分登天，秋分潜渊，所以绝对不要拘泥于龙的力量。哼，一个大小姐却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。跑哪儿去了？你以为这种程度的偷袭能对我起效？当然不会，但我也没有指望偷袭战胜你。什么？潜龙在渊，把土石搅碎，打他个出其不意。不好，给我杀！混蛋，竟敢暗算我！又是这招，已经对我没用了。时间够了，本小姐不陪你玩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一直躲在水里不出来。来人，给我沿河布控！是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顾城主，穆家主，您可来了。你说有骑士要见我，发生了什么？文家一行人遭遇了袭击，车队的人都被杀了。什么？那五妹还有宫小姐怎么样？被杀的人中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尸体？暂时生死不明。可恶，到底是谁做的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哼，是谁做的？这不是很显而易见吗？是你，穆江纯，你居然有胆子回来！哼，穆家出了贼子，我这个长老自然要回来清理门户，清正家风。你什么意思？劫持宫小姐，杀害文家一行人的，就是你，穆远。穆长老，您说这话可有依据？顾城主，我对穆家的事可是一清二楚。这穆远天生废物，心胸狭隘，总是担心自己家主的位置被人抢去，所以对我们这样的亲族各种打压，对天赋出众的穆诗行嫉妒得很。而这次文家前来，要接走穆诗行，穆远这厮不想穆诗行脱离自己的掌控，所以便心生怨恨。穆江纯，你一个阴谋败露、逃出穆家的败类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哼，我被你陷害，不得不离开穆家暂避，没想到你胆大包天，竟做出这等事情，甚至把宫小姐也一并卷进来。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！穆家主是想杀人灭口？多谢宫云七家主。他就是宫雨兰的父亲，宫家家主。宫家主，在下有失远迎，还请闲话少说，我女儿的安危才是大事。顾城主，你就这么放任嫌犯上祭证人？嫌犯？宫前辈，您难道仅凭一个出逃之人毫无证据的话，便要认定我是罪人？我自然不会仅凭话语定人之罪。呈上来。是。方才我已命人搜查过一遍穆家。宫前辈，未经我允许便擅自搜查，未免太目中无人了。非常时行非常事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提前做什么手脚？这个就是证据。这是我女儿先前向我索要的神兵，如今只剩下一柄剑鞘。穆家主，这东西为何会在你这儿？宫家主，这把剑是你女儿赠送给我的。赠送？笑话！想必你也清楚这把神兵的价值。兰儿怎么会随意送给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呢？穆远，还不老实交代！小明这招借刀杀人实在是高，先是怂恿文心把穆诗晴带走，没想到宫小姐也跟着车队一起去了，这样我们的杀手前去劫杀，直接一石二鸟。接着由穆家长老穆江纯出面，主动向宫家主告发穆远的罪行。如此一来，穆远变成了宫家的仇人，那穆远已经穷途末路了。若不是你收留了穆江纯，也不会有这么一幕。哼，能给那穆远找麻烦的人，我自然会留着。宫家一定不会放过穆远。那帮人传来消息，宫雨兰落水后，他们沿河布控了几天，也没见人出来，说明了宫小姐早就葬身河底了。他们干事还真利落。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们价格低廉，凤云城附近的各股势力都爱找他们下单杀人。我已经委托他们好几次了，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这下看穆远还能怎么办？穆远，还不老实交代！好强，这个人至少有阴雾境界，现在的我完全不是对手。我才刚到通脉境，和他差了5个境界。顾城主，请你将此人拿下，严加审理。在下自会秉公办事。宫前辈，只凭一柄剑鞘就随意拿人，怕是没有这等规矩吧？
放肆！你一个小辈，竟敢对龚家主口出狂言，不知悔改的狂妄小辈！今日有龚家主在这儿，断不能放你离开！抓住他！这是什么功夫？看这小子的境界，怕是还不到绝灵吧？居然会有如此灵活的身手，让我再试试你！不愧是龚家主，好霸道的攻击！如果我刚才没有躲过，只怕是……能躲过我这一掌的人寥寥无几，此人恐怕没有表面这么简单。而且他到目前还未出手反击，却也不见逃跑，难道兰儿的事真的与他无关？此人功力深不可测，若要与他硬碰硬，只怕我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你不逃吗？我穆远问心无愧，为何要逃？穆家主，给你3天找到兰儿的下落，若证明此事与你无关，龚某亲自来与你赔罪。我的五妹也没了音讯，就算龚前辈不说，我也要去查个明白。告辞。可恶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穆远这小子竟躲过了龚云奇的一掌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厉害？穆家主，那我也先告辞了。顾城主，穆江纯作为证人，还要麻烦您多多照顾。3日之后，我再与他对峙。这个自然，他是怕穆江纯跑了，结果倒让我当了看守。出手利落，看来是职业杀手。难道是那伙人？如果五妹和龚小姐有幸逃走的话，应该是那个方向。果然，这里有战斗的痕迹。一路上只有这里有战斗痕迹，说明并不是缠斗之子，而是龚小姐或者诗情出于某个意图，再次与杀手搏斗。难道顺着河流找，一定能发现什么？穆远哥哥，五妹，穆远哥哥，五妹，你没事？穆远哥哥，娘亲，还有舅舅。别说了，我已经知道。对了，还有龚姐姐，她还活着。她现在在哪里？我和龚姐姐在那边分头逃跑，我向着上游，龚姐姐则去了下游。时间紧迫，五妹，我现在立刻送你回家，再来找龚小姐。不，既然时间紧迫，那更应该先一起找到龚姐姐再回去啊。你身上有伤，怎么还能让你继续待在这里？我的伤不要紧，反而是龚姐姐，她为了护我，中了好几支箭，流了好多血，她才是更重要的。好吧，那我们一起去找。但你一旦感觉不适，我们就立刻回去。我们赶紧去找龚姐姐吧。穆远哥哥，前面好像没路了，我们沿着岸边走了这么久，是不是到终点了？这里就是尽头了。一路上都没看到龚姐姐的踪迹，她不会出事吧？不会的，我们再找找，是不是遗漏了什么？这是水里有把剑，很眼熟。快拿上来看看。这是龚姐姐的剑。看来龚小姐掉到了湖里，留了这把剑做记号。那龚姐姐她……如果龚小姐身死，她一定会飘在水面上。我们一路走来，不曾看见她的尸首，很有可能她还在水下。我要下水去看看。五妹，你找个隐蔽的地方，帮我望风。好，穆远哥哥，你放心去吧。避水诀。这湖并不大，找到一个人应该不难。奇怪，没有任何踪迹，难道龚小姐不在这儿？难道龚小姐被歹人抓走了？这不好，入口被关上了。没想到湖底别有洞天，难道龚小姐在这里？原路不通，只能另寻出路了。只是不知这是什么地方。
什么人？这家伙不是人类吗？不好，妙环谢元步！好快！即使我全力施展步伐，也只能勉强躲避。可恶！丝毫没有反制的机会。糟了，这里居然也有一个！宫小姐，你快走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千仞剑指，快走！我挡住他，宫小姐先走。不需要，他不会追上来的。我也是前几天被他逼着退到这里才发现，只要躲在石柱后面，他就会放弃攻击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个奇怪的人影又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坠河从劫匪手中逃走后，顺着水流被冲到了这里。好不容易有个靠近岸边的机会，我勉强用剑插在了土石上，然而终是力气不济，没能抓稳，被冲到了湖底。结果没想到这湖底别有洞天，反倒救了你一命。刚才那个黑影应该是某种机关，用来守卫什么东西。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又找不到出去的路，只能在这里休养。看来只能硬闯一下。既然如此，我想到个办法，我出去做诱饵，和那家伙正面周旋，然后你趁机偷袭。做诱饵的事情还是让我来吧。那怎么行？太危险了。毕竟咱们没有一击必中的把握，而我的实力比你强，能支持的久一点，多争取些时间。那好吧，你务必小心。嗯。嘿，好极了，有了宫小姐的牵制，这下她根本躲不开。什么？竟然毫发无损！不好，快躲开！躲不掉了。宫小姐，宫小姐，刚刚那一剑，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。那一剑砍过去，你的脖子并没有任何伤口。可这是为什么？喂，你不要一直盯着我看啊！对不起，我……哼。那个，我可能大概猜到黑影的来历了。他的来历？刚刚那把剑朝向我时，我看到了剑柄之上刻着林峰2字。这个名字，这具身体的记忆里也有印象。林峰，不就是？没错，林峰正是苍云国家喻户晓的开国女将岳七生的佩剑，而岳七生的武灵幽月之影，在战场上刀枪不入，无人可敌，他也因此有无伤将军的称号。想必这黑影就是岳七生将军的武灵幽月之影。苍云国已经建国100年了，岳将军的武灵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你不知道岳七生将军的结局吗？正所谓兔死狗烹，岳将军为开国之主苍云武帝开疆拓土，最终却功高震主，遭受忌惮。苍云武帝本想靠着迎娶岳将军，顺手消解对方的威势，但岳将军婉拒了这门婚事，主动请辞回乡。后来有传言道，苍云武帝还是没放过岳将军，派了大量人手前去暗杀。据说当时岳将军失踪的地方，正是烈云山附近。功高震主，兔死狗烹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听到岳将军的结局，为英雄惋惜罢了。我也只是猜测，或许那武灵在此游荡，就是岳将军临死前的一缕执念吧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倒有个办法，说不定
可以解决那个武灵。什么办法？实际上，我一开始就很疑惑，他为什么要一直打着伞？不是他的武器吗？不，他刚刚攻击你我的时候，只用过右手的剑，可见那伞并不是武器，那是影子。那把伞可以一直将武灵罩在影子里，使武灵本身的影子不会暴露在外。这武灵名为幽月之影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只要他的影子不暴露，就永远不会受到攻击。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就是我们现在安全地躲在石柱影子后，以及刚刚毫发无伤的你。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刚才你被攻击的时候，上半身恰好掩盖在石柱的影子中。相反，我刚刚在火光照耀下时，他便在我脸上留下了伤口。哦，攻防是一体。如果他自己在影子中不会受伤，那自然也无法对其他影子中的人造成伤害。所以，要先让他暴露在火光下，才有机会击败他。既然我们很难伤到他，不如就先想办法把他的伞打掉。果然，一旦对准那柄伞攻击，他就躲避起来。可恶，根本无法攻击到他的伞。顾小姐，小心！虽然这武灵的确强大，但岳将军已死，他只是没有意识的空壳而已，并不是没有战胜的机会。只要继续攻击，一定能发现他的破绽。危险！这里灯火通明，人和物体的影子都是垂直在人的脚下，但若有一盏灯火熄灭，人的影子便会立马倾斜。所以，顾小姐，灯火！他的影子暴露了，就是现在！果然有效。穆远，别过来！可是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幽月之影竟然有些招架不住穆远的攻击，为什么？他的修为并不如我，却能与幽月之影打得不相上下。成功了！你居然击败了岳七生的武灵。嘿嘿，险胜。林峰确实是把好剑，从他一出现，斥候便开始有反应了。你想用林峰来修炼你的武灵吗？岳七生将军的佩剑总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吧？是有此意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宫小姐，你看这里。这是？你觉得这把剑的剑身像什么？钥匙。没错，幽月之影守在这里，而他的剑又恰似一把钥匙，说明这里可能有扇门需要用这柄剑打开。我们来的入口已经被堵住，那只有向深处继续前进了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这把剑或许便是打开出口的钥匙。走吧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这里难道就是岳将军隐居的地方？很有可能。如果这把剑就是钥匙，那么钥匙孔就在……找到了。这便是岳将军最后的居所，竟如此的简陋凄凉。岳将军遭受此等背叛，不知死前心中可有怨恨。只可惜，他再无机会了。这件衣服，明显的灵力波动，应该是岳将军的战袍。100年了，岳将军的骸骨恐怕也早已消散了。没想到一代名将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怎么了？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我觉得这件战袍似乎挺适合你的，
你身上的衣服已经破了，不如换上这件吧。可这里只有一间房间，就在这儿换吗？对啊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怎么能？那我去那边转转，你不用担心我会偷看。我才没有。你好了就出来找我。好的。我到底在紧张什么？外面的情况还不明朗，我先留下这把剑防身，等回去之后再吸收它，修复斥候吧。这是……这次捡到宝了。穆远，你又发现什么了吗？啊哈哈，果然不错，女将的战袍非常适合你。有吗？以你的天赋，将来的修为不会比岳将军差。这件战袍就当是传承给你的衣钵吧。这个国家里，怕是没人敢说自己能和岳将军比。那如果有了这个呢？这是岳将军的秘籍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品级很高，拿去修炼的话，可以让你的实力大增。那怎么行？我们是共同战斗到达这里的，我已经拿走了战袍，怎么能还要其他战利品呢？其实我……听我的，你收着吧。那好吧。穆家势大，估计也不缺高级秘籍。反倒是穆家小门小户，还真缺几个秘籍镇镇场子。我已经看过了，附近没有其他东西，咱们准备离开吧。可这石室也没有出口，我们要怎么出去啊？当然是用它了。你看地上这个小孔，可能就是出口的开关。试一试。站稳了。原来这个密室是颠倒的，出口一开，机关便将我们推出密室，直接进入了密室外的河流中。终于出来了。我在河底无法感受时间，不知道自车队被伏击过去多久了。已有4天了。这么久？对了，诗情呢？他有没有安全到家？五妹没事，先前已与我会合，我让她在这附近等候。反而是你爹找不到你，气得都要把我抓了。我们赶紧叫上五妹一起回去吧。哦，你是在说这个小丫头吗？谁？还想回城？痴人说梦！今天老子就送你们去见你们祖宗！穆远哥哥，宫姐姐！五妹，想要他活命，就乖乖的束手就擒。可恶，抓个孩子算什么男人？有本事跟我打！对方人多势众，事情还在他们手上，硬拼没有胜算。可是，两位，不会以为说2句悄悄话就能逃出我的手心吧？这个人交给我。可他能武灵化形，至少是巨元境，你打不过的。不用管我，你朝着上游突破。什么？我自量力！这是什么步伐？和幽月之影的速度比起来，还差得远呢。让开！兄弟们，别让这个女人跑了！我说了，让开！五妹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穆远哥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会把你抛给宫小姐，你们先去城里搬救兵，我来拖住他们。穆远哥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宫小姐，五妹就交给你了。啊！回凤云城，不要回头。穆远哥哥，撑住，我们马上就回来救你。哼，你以为你独自留下还会有生路吗？你以为凭这些人就能困住我？能在逝水的暗杀下存活，我自然不会指望这些部下。逝水？是谁啊？装模作样！今天我就告诉你，
上次去刺杀你的刺客就是我的部下试水。顺便说一句，你老子也是死在我们手里的。这小子听说了真相，怕是要发疯喽。哦，你那是什么反应？也太平淡了吧！你就一点也不惊讶、不难受、不想报仇吗？反正我也没打算放你们走，新仇旧恨，今天便做个了断吧。你是不是吓傻了？连绝灵镜都没有，只不过会点奇巧演技而已，就以为有资格和我谈了断？不行，我现在还没完全恢复，正面对敌没有胜算，除非……给我拦住他！届时伺候，把整个树林都覆盖。嘿嘿，停！这么密集的箭矢，他肯定得吃几根。去，搜查树林。是。那家伙受伤了，肯定还在这树林里。给我搜！现在的我修为太差，受伤也是无可避免的事。不过，在那里。人呢？什么？首领！终于解决了。这副身体，但凡再多一个人，不用他动手，我自己先累死了。穆家的废物，老子要杀了你！可恶，居然躲开了致命一击吗？这下有点麻烦了。老子要杀了你！我已经消耗了太多，没力气再反抗了。境界上的差距，果然是无法靠小聪明来弥补的。宫前辈，你居然能一招击败我的巨锤灵官！哼，一个小小巨元境，也敢在我面前撒野？你是宫云七？穆远，你怎么样？伤得重吗？穆远哥哥，虎妹，宫小姐，别担心，我没事儿。宫前辈，正好3天，你的女儿我已经找到了。穆家主，是宫某错怪你了，改日我一定登门道歉。宫前辈哪里话，你也是爱女心切，只要宫小姐平安就好。父亲，就是他带头袭击我和穆家的车队，一定要将他抓回去好好审问。不能落入他们的手里，否则我定比死还难受。看来只能……不好，这家伙自尽了。刚刚宫云期带着家丁朝烈云山去了。3天到了，穆远还没回来，怕是没找到宫小姐想跑，宫家亲自去抓穆远了。穆远这回要完蛋了。别高兴太早，我们也没找到宫小姐，那伙人还在搜，万一让宫云期碰上……放心吧，你以为那些杀手是什么人？一个个刀头舔血、见惯了生死的亡命徒，一旦事有不协，他们会直接服毒自尽，保护雇主的秘密。快把屋子围住！外面什么动静？去看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竟敢这么多人围住我金家宅邸！哼，只是围住，而不是破门而入，已经够给你面子了。金少爷，你和钱明两家人伙同起来，雇佣杀手意欲谋害宫小姐和我五妹。现在杀手已伏法，你们还不主动认罪？啊！不是说事有不妙就会服毒自尽吗？这厮怎么会被活捉的？宫前辈，3位少主脸色都变了，
看来是认识这个人呢。不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没有。拿下！是。冤枉啊！冤枉！你，不好，这家伙自尽了。可恶，这家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这种专业杀手，一旦事情败露，就会服毒自尽，宁死也不会暴露雇主的信息。看来咱们是无法得知真相了。等等，情况没那么严重，这种毒我有办法。宫姐姐，哥哥这是在做什么呀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我了个刀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给我住手！住手！此毒名为离钩，服用了此毒，便可假死4个时辰。离钩，东南西北各地我都熟悉，却从未听过此药。此药并非凡间产物，而是生长在天地灵域。唯一的解毒之法，便是将植物根茎插入中毒之人体内。明明插入嘴里就行，非要插我后面，这小子是故意的。天地灵域，那可不是随便出入的地方啊！说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袭击我女儿？我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已。我名叫石统，多年来带着一批人在凤云城做着杀手生意。数天前，凤云城的金、钱、明3家少主找到我，委托我在京城路上拦截一列车队，将人全部杀死。我连车队上是什么人都不知道，只是个打手而已。还请宫家主饶我一命啊！父亲，明家先前就曾在我狩猎之时，让我和穆家主陷入危局，想必是怕我回家后再次对其惩处，才想出杀人灭口。顾城主，据我所知，你已经来凤云城上任5年了，居然连眼皮子底下有这种杀手组织都不知道。是在下失职了，给他灌下麻药，废去功力，押解回城。是。现已查明，袭击穆家车队和宫小姐的，便是3大家族少主所指使的杀手石统。现将4人押入大牢，等候问斩。而穆家长老穆江纯受金家指使，故意陷害穆家主，则顾城主，穆江纯是穆家长老，不如就由我来亲自处理吧。好吧，就劳烦穆家主了。多谢顾城主。另外，我还有件事问那杀手头子。石统，你和先前刺杀我的逝水都提到过，5年前我父亲和穆家精英遇害一事是你们所为，没错吧？是，我是这么说过。穆江纯是不是就是指使你埋伏穆家，杀害我父亲和穆家众多亲族的幕后真凶？是啊，当初就是他告诉了我们你家的行军路线。胡说，明明是你们。我明白了，顾城主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将石统押下去。穆家主，这穆江纯就由您带回穆家吧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都交代。好了，大长老，你休息一下，让他说。这事害了老家主，打死他都不冤枉。穆江纯，你说吧，我们可都听着呢。5年前，家族的探子来报，凤云城外来了一伙盗匪。老家主当即决定出其不意，消灭这伙盗匪。可没想到，那伙人当天晚上居然找到家里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说，你们穆家主在哪儿？我们2人被控制，只能说出了老家主的行车路线。哦，原来这事儿3长老也参与了。不是，是穆江纯血口喷人，我怎么可能出卖老家主呢？穆苍寒，先前穆江纯污蔑我时，宫家竟然能随意搜查穆家。就算我穆家势力不如宫家，却也不至于让宫家的人进出自如。而你，好像正是负责管理家丁的人吧？
对，家主，负责探子和情报的也是这家伙。当初就是他告来石桶那伙人的情报，他肯定……穆江纯，你居然还反咬一口！那伙人走后，我原本要去禀报老家主，但你却突然拦住我，说什么等老家主死了，肯定是你上位，到时候穆家的财产分我一半。借刀杀人、篡位夺权，就是你干的好事儿！胡说八道，纯属污蔑！你何石头，简直是穆家的耻辱！够了，把他们都带下去，等待家法处置。是。家主，我真的是被逼的呀，都是穆江纯干的好事儿，我冤枉啊！家主，这2人之后交给我来处决。5年了，老家主的在天之灵终于能安息了。大长老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家主是还有什么疑虑？穆江纯的话基本是可信的。石桶那伙人先故意让探子发现，又趁夜逼问出老家主的行动路线，分明就是一开始就为穆家布下了阴谋。可石桶明明是个拿钱杀人的杀手，怎么会专门来针对穆家，搞这么复杂的阴谋？难道说还有什么东西藏在背后？离沟之毒可不是容易搞到的货色。穆家主，这大晚上的你怎么突然……我发现了几个疑点，一定要亲自调查一下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也可以明日再说呀。您看这守卫都快睡着了。城主，穆家主，明日？恐怕等到明日就晚了吧？恐怕到明日我就见不到你了，对吗，石桶？穆家主，这话从何说起？这石桶也并非明日就处决了。顾城主，你这牢房就2名看守，还无精打采的犯瞌睡，犯人若是跑了，可能都毫无察觉。我这就增派守卫，严加看管。只不过这石桶已被废去武功，更何况这里是城主府，想必他也不敢造次。多此一举，我现在不过是个无法反抗的废人罢了。哦，你干嘛？说到这儿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你先前服下用来假死的离钩，是从何而来？自然是从黑市上买来的。我们这样的人，难道还有别的门路？穆远，你……离钩源自天地灵域，在现实可以保存的时间很短，并没有太多的卖家愿意售卖。我已经查过了，附近的黑市这几年都不曾卖出过离钩。那么你的离钩又是哪儿来的呢？你的话太多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的武功还在。顾城主，是你的药水对他不起作用，还是你们2人本就是同伙呢？哼，穆家主有时候太聪明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果然是你，究竟是为什么？5年前，我接到委派，来到凤云城担任城主，但是凤云城多年由4大家族把控，让我根本插不进手。这其中有以令尊为首的穆家势力最大，我顾某人就是个看人脸色的摆设罢了。因此你为了夺权，居然不惜雇凶杀人，灭我穆家满门精英。很抱歉，谁挡了我顾某人的路，谁就得死。以前的老穆如此，现在的小穆也是如此。小子，原本我打算再去穆家杀你一次的，谁知道你居然自投罗网，倒是省了不少事情。拿命来吧！什么？龚前辈，多谢您出手相助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倒是穆家主能提前发现顾成章和石桶勾结，这份智计令我佩服。一开始只是怀疑，不过好在顾城主亲自招认了。用石桶纳斯的话说，倒是省了不少事情。
你刚才是故意装出来的，其实你一直在诈我。顾成章，没想到你身为朝廷命官、一城之主，竟然干出这种勾结歹徒、残害百姓之事！你现在还有何话说？我，龚前辈，顾成章这种级别的官，我处理不了，一切只能交给您了。好说。穆家主，帮小女突破修为，又救她性命，今后你有何难处，尽管来找我龚家，龚某定全力助你。那晚辈便先行谢过。为什么不打他，都打我？把他们押下去，明日带回京城，交给皇上发落。是。这是什么修炼方法？武灵中蕴含的气息如此浑厚，好厉害！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嘛！短时间内修复3条经脉，身体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了。看来以后不能一味求快，还得将吸收的力量完全融合才行。你的武灵居然是断剑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特殊的武灵，而且它还能吸收外物进行自我修复。嘿嘿，这可是我的秘密，以后你要守口如瓶哦。对不起。为什么突然道歉？这武灵是你性命攸关的机密，我不该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非要看一下的。嗨，无所谓，都是自己人，难道你还能卖了我不成？绝对不会，我发誓。所以啊，正好我还能拜托你，以后多帮我物色一些宝剑，用来修补武灵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家主，龚家主来访，大长老正在前厅接待。我这就去。我爹，他来做什么？苍云宫的入学名额，给我？太好了，那咱们以后就是同门啦。我的天，苍云宫可是苍云国最大的武灵学院，听说每年招生的名额极少，一定是见龚小姐修为突破，龚家主投桃报李，才肯照顾我们穆家。穆远，你不知道苍云宫吗？怎么感觉你好像一点都不觉得惊喜？啊，有吗？当然不惊喜了。我在成为剑尊之前，早就进行过这种基础修行了。难不成隔了100十年，又要让我回去重修一次？糟糕，龚家主的样子似乎不太高兴。但那里的课程我早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，得赶紧找个借口敷衍过去。龚前辈，不是晚辈不识抬举，只是穆家刚刚遭逢巨变，百废待兴，晚辈实在不敢轻礼。你这样说倒也没错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晚辈不敢。其实我推荐你入学，也是想让小兰多个照应。既然你脱不开身，完了，没想到我穆家居然拖了家主的后腿。都怪我们这群老东西不争气，啥也做不成。既然你脱不开身，不如就让你妹妹去吧。那个小姑娘叫什么来着？穆诗晴。龚前辈，诗晴可以去，我代穆家上下感谢您的照顾。不用客气，你是小兰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子侄辈。我看你年少有为，将来必是能成大气候的。今后穆家主有什么难处，尽管差人来龚家寻我。小兰，我们走吧。好的，爹爹。老爹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为何对穆远如此抬爱？穆远哥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诗晴，今后到了苍云宫，要用心修炼，不可有丝毫懈怠。是。对了，临走之前，我还有件礼物送给你。是什么呀？我和龚小姐在湖底时，发现了岳七生将军的故居，并且在那儿找到了这本秘籍功法。此功法与你修炼的路数相辅相成，希望我穆家未来能再出一位道行高深的大修士。龚前辈，龚姑娘，此去路远，小妹诗晴
就交给各位照顾了。穆家主不必客气。这顾成章毕竟是一任城主，晚辈无权处置，只好一并劳烦宫前辈带回去，转交给官府发落。好说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但说无妨。算了，以后再说。啥呀？说话说一半最可恨了。送走了公家的人，就该做我自己的事情了。就用它来试试吧。千仞剑指，千仞剑指，数气成剑。这下千仞剑指的威力已经不逊于真实的剑了。妙环借元步，哈哈，整个凤云城一览无遗。千仞剑指如此，妙环借元步采样而飞也不成问题。可惜和我当初的功力相比，也不到30%，还要继续修炼，完全融合启禀剑的力量才是。家主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这凤云城的新任城主，今天还能到吗？不知道啊。按说路程不至于这么久才对啊。可惜4大家族如今只剩了咱穆家一个，这迎来送往的事情也交给咱们来做了。救命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是城主的护卫，我们遭到袭击，被包围了。什么？少爷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要叫我少爷，我现在的身份是凤云城城主。您在干什么？快退后！我现在是城主了，自然不能躲在你们背后当缩头乌龟。我来挡住他，你们趁机绕后偷袭。少爷不可！居然挡住了！也不过如此了。少爷，完了！不该逞强的，城主没当上，就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。少爷！你是凤云城穆家家主穆远，阁下就是新任城主吗？啊，原来你就是穆。抱歉，一时没忍住。最近气血充盈，偶尔就会吐上一吐，不妨事。明明是被震出了内伤。行了，让所有人都跟在我后面冲出去。好嘞，跟我冲出来！这里是……大人，这里是城主府。咱们不是被怪物围了吗？我好像还看见穆家主来着。正是穆家主神勇带我等摆脱了怪物的纠缠。没有亲眼所见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大人，大夫吩咐让您安心静养，不能随意走动。哎呀，养什么养啊！我身体好得很，好歹人家救命之恩，我这就去穆家拜谢穆家主。大人，都是下人不懂事，穆家主莫怪啊！我都说我没事了，他们非要劳烦穆家主跑一趟。城主大人别客气，反正我离城主府也不远，理当登门拜会。这个新城主感觉不太靠谱啊。年少有为，容貌俊逸，武功高强，性情平和，难怪老姐对你赞赏有加。老姐？对啊，那宫雨兰那臭丫头就是我老姐，估计她在凤云城的时候都快把你烦死了吧。忘了介绍了，我叫宫九龄，以文士身份递补了个城主的官职。老爹为了让我锻炼一下，便在前些日子临时传信，将我安排到了此处。
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大人，哎，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是的。来，就弄进来。离我近一点，我要和穆家主把酒言欢。穆家主，不用客气啊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。之前这群畜生把咱们害苦了，现在就让他们用肉好好偿还。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吗？对一群异兽也要睚眦必报？哎，不，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而且论小心眼，我姐姐才是呢。当初她第一次拜给你的时候，那怒气冲冲的样子。凤云城穆远是吧？看我下次怎么收拾你！本以为他肯定会找你麻烦，没想到这次来凤云城之前，你去凤云城上任，一定要多跟穆家主请教。穆家主年少有为，武力高强，将是你治理一方的助力。所以我才说，你不愧是能让我姐姐心服口服的人。哎呀，改天你一定要教教我啊，怎么拿下我姐姐？我在家可没少受她欺负。好，等有机会。这一家人真是……肉准备的怎么样？已经切好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，穆兄？好奇怪，我记得没错，这群马袭击你时，头上是长着犄角的，但现在怎么没了？你们是不是把角去除了？没有啊，这马名为玄灵居，是烈云山常见的灵兽，本来就没有角。而且玄灵居一向性情温和，主动袭击人，这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些怪马袭击我的时候，简直像发狂了一样。我可是没看出半分性情温和的样子。尖角莫名出现，又莫名消失，而且性情大变，这件事可不简单。身为城主，必须保护凤云城的安全。看来我要好好调查一番。穆兄，能否请你助我一臂之力？穆远也是凤云城的一份子，自然听凭城主吩咐。本以为这位宫城主是个不靠谱的大家族少爷，没想到做事还算雷厉风行，也能够为城中百姓着想。但愿将来是个好官。兄弟们，来喝！哎呀，老子总算是能扬眉吐气了。是啊，现在我们再也不是平凡人了。兄弟们，这几年地痞混混咱当够了，今后谁要是再敢瞧不起咱们，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大哥说的对，走，回去吧。客人，您还未付钱呢。客人，大爷，我今天心情好，商量来你这里吃饭，你还想跟我收钱？滚一边去！吃饭不给钱还打人，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？老子之所以混得这么惨，就是因为那老蛇子王法。你现在居然还有胆给我提他？给我砸！今天就让你尝尝拳头的滋味！当街公然砸店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穆家主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们吃饭不给钱，还打人砸店。哦，穆家主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凤云城无人不知的穆家废物呀！就凭你也有胆子逞英雄了？怕是天天被奴才服侍着，忘了自己是个废物吧？他就是养尊处优惯了，找打！好一个穆家废物！你以为老子好欺负的是吧？给我上！把这废物碎尸万段！武林！哎呀，这废物看到武灵就怕了，老子一棒砸烂你的脑袋！
穆家主饶命啊！我说你们一群地痞混混，怎么敢公然闹事？原来是仗着有武灵。既然有此等修为，又怎可欺压平凡百姓？穆家主饶命！穆家主饶命啊！我们这也是刚得了武灵，一时间激动才……刚得了武灵？你们的武灵是从哪儿得到的？不好，那穆远察觉到了。大哥，别怪小弟无情啊！自己卑鄙无耻，也只能收到这种二五仔小弟了。他们要逃向城外，那个方向是烈云山。李三清本地人士，无业游民，曾有2次聚众闹事的案底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可疑信息。这样说来，此人似乎只是个普通混混。穆兄，你真的看到他显出武灵了？我亲眼所见，不会有假。而且不只是他，那群混混全部都有武灵。武灵这种稀罕玩意儿，他们怎么会有？他们自身的实力明显不够，一定是用了什么邪法。而这种程度的邪法，显然不是一群混混能够掌握的。穆兄的意思是，背后有人在兴风作浪？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到其他解释。既然如此，咱们要不要把搜寻烈云山先放一放，全力追查此事？不用，调查照常进行。昨天那群混混逃往的地方，正是烈云山。城主已经从您先前遇袭的地方走出10里了，并没有看到任何玄灵居。知道了。穆兄，咱们还要往远走吗？不对啊，难道是我的猜测有误？怎么好像有股臭味啊？好像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。报告城主，有情况。居然都死了，而且他们的头上并没有长角，没有明显外伤，但死状扭曲，像是拼命挣扎过的样子。究竟是什么人？躲开！穆兄，这头玄灵居是长着脚的。穆兄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是武灵的气息。啥？畜生也有武灵？当然没有，就像那群原本普通的混混一样。这2件事的幕后黑手应该是同一个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有人在制造武灵。仙子饶命！仙子饶命！哼，你们惹到的跟屁虫已经上山了。我们为了不暴露，把大哥都杀了呀！求你饶我们一命吧！我对你们的狗命没兴趣，但前提是你们自己惹出的麻烦，自己去给我解决掉。可我们打不过呀！放心，我这儿还有一个好东西，能让你们获得比之前更强的力量。就算只会寻常武技，威力也不可同日而语。当然，我不能保证此针刺入身体后你们还能活着。听懂了的话，自己做决定吧。不用针，肯定会死；用了针，或许还能活。很好，至少还有人活着。那么，去把追来的跟屁虫全部清理掉吧。为什么玄灵居的心脏里会有一根金针？恐怕这正是他武灵的来源。这么疯狂，到底是谁在搞这种邪术？这幕后黑手可能就藏在烈云山里。走，咱们继续往里搜。是。不，你们先下山。为什么？对方能做出这种惊世骇俗的事情，绝对不是普通人。你们跟着去太危险，还是我一个人比较保险。我修为不够，护卫们更是普通人。也罢，就不跟着拖累你了。这是信号弹，你拿好。一旦有情况，就用它通知我，哪怕再凶险，我都会尽快赶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烈云山地域广阔，
不知道对方会藏在何处。居然会爆炸！那家伙手里拿的兵刃，好像是他自己的武灵。武灵是一身修为的核心所在，通常只用于战斗中的辅助和加持，除非是紧要关头，否则不会直接拿来当做武器。只有道行高深、凝练出人形的武灵，才可以用于战斗。而且，看那厮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肯定是刚得到武灵不久。穆家废物，我们来给大哥报仇了！等一下，杀死你大哥的是你们自己，要报仇，你不应该先自杀吗？胡说八道！若不是你将大哥抓住，我们怎么会痛下杀手？哦，这话听起来有点意思。难道你们有什么秘密，不想被我发现吗？喂，别废话了，动手！那家伙也在汇聚武灵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们，武灵不是直接拿来当兵刃用的？就你那把破烂剑，肯定不能当兵刃用呢。你错了，我的刚好可以。废话少说，让你瞧瞧我们的本事！怎么可能？那女人明明保证过，只要我们经受住金针的考验，就一定可以胜过穆远。哼，最近的修炼果然没有白费。我的武灵与旁人不同，融合了几把剑的力量以后，完全可以当成兵刃使用。奇异九式，吹雪。早说过不要拿武灵当兵刃，一旦被人损毁，怕是全部修为都废掉了。接下来，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。累死了，到处都是这种有武灵的畜生。这已经是第3只猴子了吧？之前还有2匹炫灵驹。大家作战辛苦了，原地休息一下吧。谢城主。自从和穆远分开，我们就遭到妖兽攻击，直到现在都出不了山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哎呀，真热呀，衣服都汗湿了。哎呀，脱了凉快会儿。哎呀，凉快的和冬天一样。诶，这是。怎么回事？糟了！英雄饶命啊！饶命？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表现了。说吧，你们的武灵是从哪里来的？1个月前，我们在城里遇到了一个女人。你是什么人？雍月见过宫城主。你认得我？新任城主，宫家少爷，这样的身份，想不认识都难呢。哼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要嫁给我一样。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？有个大美女陪我聊天，不笑，难道还要哭吗？不要跟我油嘴滑舌。我生平最恨2种人，一种是世家豪族，2是达官显贵，而你刚好2者都是。这下惨了。别那么惊讶，你们之所以上山，不就是在调查武灵的事情吗？看你的表情，似乎已经发现我的秘密了。如此厉害的男人，
能不奖励一下？这是我天明宗最新炼制的东西，就便宜你了。所以说，除了那女人的名字，以及她用灵兽和活人实验武灵，其他的你们一概不知。我们只是市井里的鼠辈，实在是不知道太多东西啊。算了，你们起来吧，带我去找找那个女人。什么？不愧是公家的少爷，居然如此顽强。谢谢，从小到大，你是第一个夸我的人。哼，别逞强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公家的少爷资质极差，根本修不出武灵。切，人家背后有钱有权，哪怕一辈子当个废物都不用愁的。接着练，不要偷懒。没有天赋，就用你的努力去弥补。大小姐，你这个小废物，连女孩子都打不过，还敢跟我抢东西！我为了证明自己，才毛遂自荐，大老远跑到这偏僻的凤云城做官，谁知道连椅子都没坐热，就要死在这儿了。切，怎么死了？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。你对宫城主做了什么？我送了他一份大礼，可惜他好像无福消受。你手里的是武灵，哼，卖相也太差了吧！对付你，绰绰有余。第9式，吹雪。长白助雪。武灵化形，和佣兵头子石桶一样，是去元境。班门弄斧，居然在我面前使用冰雪系的武技。第9式，观云。这是什么武技？哼，境界差距，岂是武技可以弥补的？不过倒可以留着小子一条命，捉回去献给师傅。小子，别挣扎了，乖乖投降，姐姐留你一条小命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因为我会在4招之内打败你。哼，大言不惭。刺入了金针的人，如果没有觉醒武灵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已经自身难保了，还想带着个拖油瓶？他好像没有呼吸了，可恶！无论如何，我不能把他丢下。蠢货，你以为相同的招式还会管用吗？受死吧！千仞剑指，无从小技，见识下万箭穿心的感觉吧！怎么回事？宫九龄没死，刚才的又是什么？情况紧急，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。不好！最后一招，什么？妙环借元步！别想跑！再坚持一会儿，我这就带你回城。哦，那是
灵。穆家的小鬼，我记住你了。真没想到你居然觉醒了武灵。不管怎么样，性命应该是保住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你还记得我被玄灵居袭击的时候，曾打算吃盾对抗吗？记得，当时我还以为你在逞能，原来你的武灵本来就是盾牌。逞能吗？穆兄，我虽然不如老姐天赋高，但当年也是修出了武灵的。可你身上完全没有修士的气息。当年我第一次在水中显现出武灵，快去抢拦住！便昏迷了3天。药那里？郎中说，我体质虚弱，无法承受武灵觉醒的真气，即便有武灵资质，也不能修炼，否则会脏腑破裂而亡。但我当时已经修行了数年，达到通脉境，所以只能通过特殊的药来压制真气，来续命。原来如此。可金针强行让你觉醒了武灵，这药还能压制住吗？生死有命，只能姑且一试了。不管用吗？好像有2股气流在我身体里互相冲突。怎么样？没事了。我这一只手只能暂时封住几处穴道，并非长久之计。要想彻底解决问题，大概只有从雍月那个女人下手了。白天那几个混混，不知道还在不在山里头。如果要找雍月的藏身之处，还得要他们帮忙。那衣服好像是白天的混混，杀人灭口。你是什么人？别跑！是毒！臭流氓！你们天明宗有什么目的？没个好东西！你难道不是天明宗的人？我当然不是了。姑娘，大概是误会了，我也不是天明宗的人。你先离我远一点。好。这么说来，你们也是察觉到了天明宗的迹象，前来调查的。没错，你又是？我叫秦川，是一名医师。我发现有人在制造武灵，便一路追来的。医师？但看他刚才使用的毒物，只怕没那么简单。我跟着线索一路追到这里，却发现了3具尸体。这些人我认识，这几个是天明宗的试验品。我原本也打算从他们身上入手，不过看起来应该是被天明宗的人灭口了。还说呢，我刚刚正在研究这些尸体，你就突然蹦出来，把我的思路全打乱了。抱歉，我只是……姑娘，难道你对这些金针有研究？是啊，我一直在寻找金针的救治之法，有什么问题？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也中了金针，情况不太好。如果姑娘有医治的方法，可否……让我救你朋友？凭什么？凭你刚刚对我的非礼吗？刚刚是我唐突了，还请姑娘原谅。那也救不了，我自己都还没搞清楚金针的配方。麻烦你闪开一点儿，别打扰我做事。关于金针的配方，我倒有一些思路。哼，我跟了天明宗那么久都一无所获，就凭你？姑娘，那先请问，这种针上的药效大概能维持多久？哼，这都不知道还敢说有思路？通常来说，最多3天。我之前用针器查看，针的内部有被腐蚀的赤色斑痕，而且金针上略带一丝奇特的苦性味道，应该是之前的药物遗留下来的。赤色斑痕和苦性味，能有这种特征，肯定是3川10根。但这种药难以培育，十分稀有。你想从这里入手寻找，怕是大海捞针。只要人手够多，便不是问题。我有一个去处，可以查探药物的消息。我可以带你一起去，
不过事成之后，希望姑娘能够出手，救助我的朋友。我拒绝。啊？什么？帮我调查天明宗，最多能抵消你对我的非礼。想让我救你朋友，还差得远。姑娘，你这……现在是你有求于我，哪来的资格先提条件？你先带我去调查，剩下的本小姐要看你的表现再判断。喂，你是来调查还是来喝茶的？你先别急，这里是我朋友家族的产业，我已经拜托他们帮忙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穆家主，穆家主，王掌柜，穆家主吩咐的事情，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。烈云集中有3川10根的，唯有草生药房的田神医。请问田神医在吗？您就是公家提到的客人吧？二位请进，田神医在内堂等候许久了。怎么回事？什么？不好！神医，你留下，就是田神医。真是会使唤人。不过，既然你知道3川10根的情报，我也就勉强一试吧。站住！休想跑！什么？还想往哪里跑？竟然自杀得如此果断！这是什么？田神医被杀了？没错，而且药物也被毁去了。那线索岂不是托某位使唤人的大侠的福？虽然没救下那医师的性命，但我还是问出了有用的线索。有必要这么记仇吗？这性格别扭的，委实不像是一个正道医师。算了，懒得和你计较。3川10根药如其名，需生长在3条地下河交汇之处，成熟时会将周围水系染成粉红色，且伴有异味。地下河、粉色水以及异味，特征已经十分明显了。王掌柜，你可有想到什么？穆家主，烈云集用水基本全靠打井，地下水十分密集，3川交汇之处有无数，仅凭这几点，怕是……那么，加上这个呢？这枚铜牌，应该是烈云集外围的帮派所有。那地方名为幽云坊，是座贫民窟，鱼龙混杂。对于那里，我倒是知道一个消息灵通之人。穆家主，人在哪里？此人不肯露面，还请穆家主和其隔墙对话。一个要饭的而已，规矩倒是挺多。他不是普通的乞丐，是这片贫民窟的情报贩子。这种人若是随意抛头露面，早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你先在这里等我。这个东西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只值5铜钱的消息。既然你是新上门的客人，免费送你吧。这是本镇第1大帮清明帮的身份凭证，距此3条街外的东镇就是他们的聚集地。清明帮，他们最近可有什么奇怪的举动？奇怪的举动吗？这可是10铜钱的消息。给。清明帮最近一直花高价从烈云集购买清水。购买清水？难道是因为这里的水变浑浊了吗？5两银子。快说。哼，你猜得不错。井水变浑浊之后，不少帮派便开始购买清水。那清明帮正是最早开始购水的帮派，井水浑浊的源头，便是他们所在的东镇了。也就是说，东镇是最有可能种植了3川10根的地方。不错，小心，
我们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地界，你靠近一些，不好照应。靠近你，好让你占便宜吗？放心吧，我能保护自己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凤云城穆家，有些事想求贵帮相助，可否让我见一见你们帮主？哦，凤云城穆家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通禀。哼！躲开！等啥？秦川，皇上有毒，不好，要去救他。可恶！什么？哼，在姑奶奶面前用毒药，你们还早了几万年呢。你怎么？我不是说了我可以保护自己吗？反倒是你，连这点毒都扛不住。给，那网的解药。多谢了。别谢我，这药可不是白给的，记账。啊！我拖住他，你快回去报信。是。上！哇！看你的样子，是要回去报信，不如带上我们一起吧。哼，你觉得我们这些乞丐是惜命之人？要杀便杀，皱一下眉头，我就是狗养的。术业有专攻，他就交给我吧。你有什么法子？好了，带我们去你的老巢。是。好神奇的药，居然能让人言听计从。厉害吧？我师父教我的，全天下只有我们2个人会。总感觉这丫头处处透着邪性。她这是……哦，这种药只能持续一会儿，时间一到，用药之人就会死亡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说要保护我的，快来前面打头阵。金川姑娘，还没请教你的师承。哎呀，闲话少说，一会儿敌人都跑光了。来，看看这口枯井，难道这里就是他们的老巢入口？很有可能。你看，这里有个通道，可真够隐蔽的。我先去探查一下情况，你在上面等我消息。等等。怎么了？看你刚刚的样子，完全拿毒没办法。这井底潮湿，恐怕有不少毒虫。你就这么直接下去？给，这是颗避毒的药丸，可保你2个时辰内不会中毒。刚刚看你那么拼命要救我，这就当是赏赐了。赏赐吗？那就谢谢秦川姑娘的赏赐了。准备出发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你闻到什么气味了吗？这味道似乎是……不错，和草生药方里3川10根的味道一模一样，而且气味更浓。看来前方就是3川10根的种植地了。我们走。好黑啊，我完全看不清路。这样，万一遇到敌袭也十分不利。你稍等一下。咦，你的功法居然还有这种用途？当然，这黄金的气场可不是用来看的。这是什么？有敌人啊！嘿嘿，穆远，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谁在装神弄鬼？不好，快退！想跑，晚了！入口被挡住了。暴击物！
这么多刀，够给你们开几个洞了。这点把戏，想解决我还差得远呢。他居然用自己当盾牌，挡住了朝我的攻击。喂，你的伤要赶紧治。先解决眼前的危机要紧。刚刚那招应该足够要他命了。嘿嘿，你以为这点小把戏就能解决我？这个人可以把写下的字具现化，他的本体不在这里。乖受死吧！小心！奇异九世，关云。哼，以为遮住视线就能苟活吗？太天真了！低头。看来他打算用刀将整个通道封锁，这样下去，我们早晚会被困死。而且你的伤……不用着急，我已经知道怎么打败他了。什么？云能生水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而且，我已经知道你的位置了。可恶！这小子恐怕马上就要到这里来了，怎么办呢？这破云都弥漫到这儿来了，碍事！果然，你就在这里。穆远，你看那里，这个颜色是三川石根，看来附近就是三川石根的种植地了。我们走。喂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伤口的？这点伤不要紧的。你是在侮辱我这个医师！快给我站住，接受治疗！他怎么死了？看来祭司，穆家小鬼已经潜入了。朱帮主，敌人能入侵到这里，你们清明帮的人恐怕已经……是的，帮内兄弟的仇我绝对要报，还请祭司将抓捕的任务交给我。好，我便给你这个机会。多谢祭司。你们刚刚领了金针，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穆远的首级，我取定了。老实点儿，你这些伤口跟蜂窝一样，居然还打算硬撑！你要是因为伤口感染死掉，我可不替你收尸。经常受伤，习惯了。虽然他行事有些邪性，但如此为我处理伤口，至少不会对我不利吧？好啦，好身手，居然完全感觉不到疼痛了。行了，不用给我拍马屁。啊，你看那里，他们在采摘药材，恐怕接下来就会用来制作金针了。药准备的怎么样？只有这么点儿。把这车装完，你们就运到药炉先列上。我们现在去取主药。好。那两个人说，他们要去采主药。看来那个方向就是主要的种植地了。走，跟上去。把阵法打开。居然要用阵法封住来路，看来这种药不一般呢。这四周都是岩石，看来药不是草木。我们进去，就是那里了。这我明白了。这个阵法可以激发灵兽，是野心让他们互相厮杀，死掉的灵兽也会被阵法吸收，成为养分。那颗黑莲便是阵法核心，养分都会被它吸收，产生露水的便是金针的主药。只要拿到了露水，我便能配出解药。也就是说，那朵黑莲便是我们的目标了。那里似乎是向上的路，刚刚那些人应该就是从那里取露水的。我们走。不好，我们被发现了。穆远，我去取露水，你来拦住他们。啊！那兽名为蛇蝎鳞甲，有毒，
但你服了我的解毒丸，应该没事。区区几只灵兽还不够让我中毒。居然完全躲开了毒钩啊！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呀！快滚开！糟了，这蛇居然不怕我的毒！秦川，你怎么样？不好！喂，你怎么样？这毒好厉害啊！我把你放下，你先给自己解毒。我解不了。什么？解毒丹没有了。走吧，不要管我。这就是命吧。我这人从来不懂得分享，谁知道头脑一热，却把最后一颗解毒丸给了他。唉，真不甘心呐！金春！我没死啊！你醒了，你给我的解毒丹真管用啊，这才没一会儿就见效了。那没药不是给你吃下去了吗？我当时觉得你有点小题大做，就把它留下来了，结果正好救了你的命。那你直接拒绝就好了，为什么要佯装吃下来骗我？这……你分明就是不信任我，觉得我会害你。哼，我本以为这几日有过命的交情也算是同伴了，现在看来，你那么努力的救我，只不过是把我当做救你朋友的工具罢了。去取露水吧，我会给你配一份解药，之后我们就此别过。秦川，我少废话，不然我连药都不给你配。已经取好了，我们……哼，走吧。好，还是等它气消了再解释吧。嗯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你没点眼色嘛，我下不去啊。抱歉，我一时忘记了。哼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小心！放心吧，这次我不会让你伤到分毫的。我已经服药，不怕受伤了。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。怎么回事？明明没有任何兵刃，是什么伤到你的？哼，就知道你会从这儿经过。杀！为兄弟们报仇！杀！我的毒对灵兽不管用，你来对付灵兽，人交给我。好。呀！你怎么样？还死不了。这些灵兽完全无视他们，只攻击你我。阵法是他们布置的，想避免灵兽攻击，有无数的方法。我已经知道突围的方法了。咦？我明白了，这黑莲的露水可以激发武灵，是上等的修行材料。没错，所以对灵兽也一样有莫大的吸引力。对灵兽也一样有莫大的吸引力。不好，快，我们趁机突围。等等，就算被灵兽缠住，也不至于没有一个人来阻拦我们。难道说……你在搞什么？走！可恶，让他们跑了！帮主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去追。你们小心！
你怎么样？看来这道伤口比想象中要深呢。忍住，我来给你疗伤。抱歉，秦川，我只是看你用毒，心中便对你生了偏见，以为你不是正道。不，你猜的没错，我的确不是什么正道医师。什么？世人皆认为医师便应当治病救人，但我的师傅相比医人更在意药物，他喜欢穷尽药物的极限，是要找出这世间所有药物的每一种用途，而那其中便有不少剧毒迷药，所以我的师傅便被当成邪派。我和师傅一脉相承，所以您大可把我当成邪派。不，这不能称为邪派。常言道，是药三分毒，救命的药物也一样是致命的毒物。你和你师傅要穷尽药材的作用，解明其药其毒，这哪里是邪？这分明是正道的顶峰。行了，现在拍我马屁可晚了。我操！啊，我没拍马屁啊，我是真的这么认为。你们还想往哪儿跑？拿命来！去三川石根处等我。可是你正面对战你帮不上我，快去！但你小心！哼，以为逃跑就能口活？待我杀了你，就宰了那小妞。杀我？就凭你这稀松的身手吗？这家伙为什么能用武灵直接战斗？什么？我原以为那是阵法机关致我受伤，原来是他搞的鬼。他的招式，他的招式，稀松是故意的。果然，你的匕首会在空中留下一道刀痕，当我接触到时，便会受伤。现在发现也太晚了吧？刚刚交战，我趁机划下无数刀痕，他们已经把你彻底封锁了。你只要踏出一步，就会碎尸万段。哦，是吗？你刚刚不是说是踏出一步就会碎尸万段吗？那么你自己先长寿一下吧。收！现在收刀，晚了。别想跑！我在下游，水流会自动将它冲向我刻下的刀痕，我看你要怎么躲。哼，就算你剑术再高超，这么密集的攻击也不可能全部拦住。啊！自顾不暇的时候，还有心思搞这些把戏？他以为这点漩涡就能将我卷进去吗？可笑！切，这些药草倒是被他卷过来了。什么？是毒？你要我先逃，原来是为了这样吗？虽然被水稀释的毒没法让他直接丧命，但也足以使其无力溺死了。什么？你想往哪儿跑？杀我秦明帮兄弟，我今天就是死也要拉着你一起！啊！啊！穆远，你的伤好重，要赶紧涂药。我并无大碍，他还活着。青川，你给他解毒吧。咦，他刚刚要杀我们，还在你身上留下这么多伤，你不趁机要他命就算了，居然还要解毒救他。他是为了给自己兄弟报仇才要拼死杀我的，我此次也是为朋友而涉险，所以也不想杀为有复仇的人。好吧，他是你解决的，你要怎么做我不反驳。不过我给他喂的药1个时辰后才生效，以防他解毒后再追杀我们。这就够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快离开这个地方。
我们已经到先前的入口了。可入口已经被封住，我们要怎么出去？我刚刚在河下战斗时，看到水下的鱼长着眼睛。地下河常年不见阳光，眼睛根本没有作用。如果这些鱼长着眼睛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这河通往外面。没错，只要我们潜入河流，就能找到出口。看来我们已经出来了。你猜的果然没错。果然，你们会出现在这里。哼，看来猜对的不止你一个呢。居然是你，永月！哦，先前探子来报，穆远身边有一医师模样的妮子，原来竟是你吗？你认识他？这张脸，华成辉我都认得。师傅有一篇极为珍重的药方，全天下只有他知道，连我都不曾传授。逆徒！我都说多少遍了，这东西你不准看，你居然当耳旁风啊！师傅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可3年前，老东西，若想让你师徒2人活命，就交出那秘方。为了救我，师父交出了药方。毕生心血被抢，师父心灰意冷，不知所踪。我一边寻找师父，一边注意着天明宗的踪迹，结果便发现，天明宗的人正在用我师父的药害人。用你师父的药方？难道是？不错，他师父的药方就是这件东西。真不愧是药邪尊的徒弟，厚颜无耻一脉相承。这药方何时成了你师父的东西了？20年前，一道惊雷劈中了北方的玉皇峰，那惊雷在峰顶刻下了一道阵法，不少人好奇入阵，结果莫名觉醒了武灵。然而就在各地修士前往一看神迹之时，那阵法却被人毁了。有人用了一种特殊的药物，将刻着阵法的地面彻底腐蚀。那就是你师父的手笔。他毁去了阵法，占为己用。不是。秦川师傅做的没错。如果说那阵法就是金针的最初来源，那想必和金针一样，只会让很少一部分人武灵觉醒，而其他人死去。没错吧？无数人为了武灵前去探寻阵法，其中不知会死去多少人。秦川的师傅虽然占用了阵法，却也将那害人的根源除去，间接解救了无数人。穆远，像尔等这样用其祸害世间的人，有何资格指责秦川的师傅？好一番大义凛然的话，不愧是凤云城穆家主。但你们这些世家子弟知不知道，这世界被分成了不平等的2级，拥有武灵的人可以修炼，可以功成名就，形成所谓的世家大族和名门正派，而没有武灵的人一辈子只能活在最底层，充当着你们这些修士的奴才。而我天明宗便立志要改变这不公，还世界一个众生平等。像你这样的天生的高贵者，怎能理解天明宗的伟大？哼，你口口声声要为底层说话，实际上却把他们当作实验的消耗品。死于金针下的人，正眼都不会看一眼。而那些觉醒武灵的人也不会去保护百姓，他们只会欺男霸女，横行乡里。那时候你们可曾站出来，保护那些被欺凌的人？口舌之力可当不了兵刃，你们今天都要葬身于此！
有那个拖油瓶在，你们只会死得更快。你把我放下吧，不要再管我了。好，你还真敢放啊！前面应该没有敌人了，你跑，我掩护。啊！他是在干扰雍月的视线，为我离开争取时间。居然能把武林直接当做兵刃，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。可惜我对你没兴趣哦，大妈。大妈？什么？这小子似乎比刚才厉害了许多，是摆脱了拖油瓶的原因吗？不对，比起之前几次交手，他的实力有着明显提升。但是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可能？到底是清脉没有完全恢复，坚持不了太久。接下来，胜败在此一举。都说了冰雪系武技对我无。这种建议，原来只好。谁？你怎么弄成这样？那女人是个疯子，居然用这种两败俱伤的打法。两败俱伤，你赢了？对，我赢了。那种剑影，若没有多年的浸淫，是不可能使出来的。沐雨，你的秘密太多了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这药管用吗？怎么，还是怀疑我的医术？不，没有。那你就出去等着，不要一直打扰我。虽然这次救回了公兄，但天明宗的那帮人仍然隐藏在暗处，光靠我一个人还是无法解决。而且凤云城这个地方灵气不够充沛，非常影响修炼进度。既然我想培养自己的实力，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九灵，啊，宫小姐，九灵她怎么样？大夫正在医治，你先不要进去。父亲收到了你的消息，可是有事脱不开身。我听说九灵遇到危险，才专门请假过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麻烦你再给我说一下。好。穆远，这次又是多亏你，才能保全九灵的性命。我宫家欠你的恩情越来越多了。严重了。其实这次还要多亏屋里那位秦川姑娘，虽然她好像出身邪派，脾气又怪异，啊！都说了是误会。哼！姑娘，我弟他那根针的效果已经被我清除，不会继续侵蚀他的身体，但他失控的武灵，我可没办法恢复啊。当然。如果他一辈子不修行且不使用武灵，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唉，我这个弟弟表面看起来嘻嘻哈哈的，性格却非常要强。可惜这一次，恐怕他真的要断了修炼的念想。喂，我说，能不能修炼武灵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好吧，要想让他的身体可以承受武灵的话，我可能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别太激动，我只是说可能啦。我师父以前说过，相传在东海之上有一座漂浮之岛，名为浮云岛。岛上生长着一棵参天巨树，它的果实可以提升人的灵识，使之达到可以承受武灵的强度。不过，这也仅仅是传说，毕竟没人知道那个岛在什么地方，也没人用过那种药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就算知道了，也做不到。这不能做到，我知道在什么位置。
秦川姑娘，啊？我老姐和穆兄到底去哪里了呀？他们两个啊。船家，钱真的不是问题，只要你带我们出海，要多少我给你多少。姑娘啊，不是我不带你，你看看这海风和海浪，这时候出海那是有去无回啊。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可是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卖一艘船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出海。好吧，你们一定要出海，我也没办法。等等，我二人都不熟悉海上，没有人指引，岂不很危险？如果实在不能出海，我们等海面稳定也无妨。不行，那浮云岛飘忽不定，大部分时间都离陆地十分远，只有像这样风浪潮路的时候，才有机会登上浮云岛。秦川姑娘之前说，从没有任何人登上过那座岛，你都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消息？我是在穆家藏书的一部古籍上看到的。这样啊，先前他知道我的那些奇特知识，好像也说是从古籍中看到的。穆家的古籍这么丰富的吗？我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那岛就是我造出来的。前世的我曾在海上与灵兽冥海巨鲸战斗，最终将其杀死。后来冥海巨鲸的尸体便化为了浮云岛。由于巨鲸灵力充沛，因而生长出一棵参天巨树。没想到过去这么久，当年的岛居然还在。那棵树下还有我的一件东西。这次除了为公兄取药，正好也拿回那件东西。怎么回事？是海蛟！小心，不止一只！船头交给我。那是什么？小心！好大，仅仅是尾巴就能直抵天空。此兽名为凌云龙蟒，是100年一遇的大灵兽。虽然和海蛟同宗同源，但其中差别就如猛虎和猫一样。我们没必要和它耗费太多时间，先寻浮云岛。这群畜生越来越多了。虽然这片海域的确是海蛟生活之处，但之前从未有过这么多海蛟聚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宫小姐，你拦住他们，我给他包扎。好。哼！你们是？我们是来寻浮云岛的，反倒是你，为何一个人在海上？这些羽毛，难道他是？这女孩到底是？是凤凰。啊！而且凤凰都出现了，也就是说，浮云岛也不远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叛徒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之灵，这些人也是凤凰吗？长老，我……你的伤势很重，还是不要说话了。罢了，先带他下去疗伤。是，这位长老，不知那女孩到底是……这是我族内务，不方便外露。不知你们二位又是？长老，我们是从苍云国而来，寻找一味药材的。原来是陆地上来的客人呐、不知那药是？便是那棵树的果实。姑娘，
你们人族之中不也流传着凤凰栖于梧桐的传说吗？那梧桐巨树便是我等凤凰的家。长老，我们只是需要一颗果实而已。此树之大，覆盖全岛，不至于连颗果子都不能少吧？你说的不错，但我做不了主。这树虽是我等家园，却并不属于我们。什么？数百年前，天界第一战神武灵剑尊与海上斩杀神兽冥海巨鲸，神兽的尸体就此形成这座岛。之后，剑尊种植了巨树，并收留我族居住于巨树之上。我等凤凰一族也就此宣誓，为剑尊守卫巨树。所以没有剑尊的命令，哪怕是一片落叶，我也无权给你们。不对，虽然这岛的确是我所立，但天地领域之中并非只有我一人知道其存在。按理说，浩然天帝暗害我后，应该会收缴岛屿，但这长老不但还说效忠于我，甚至言语之间仿佛不知道我已被害。海椒又来袭了！传令下去，全岛备战。是。哟，看来我转世之后，这些海蛟开始胆大包天了起来，居然敢袭击我的岛了。我们也参战。好。这小凤凰，用不着你参战，你给我好好养伤。长老，你刚刚下令全岛参战，志玲也是岛上一员，自然不能退缩。长老，你不是以为我叛逃吗？我现在就用战斗来证明，我从未打算叛逃。没体力了。你怎么样？多谢。你伤得不轻，还是先下去休养吧。你看看周围，我能退下吗？浮云岛已经被海蛟接连不断的攻击了几10年了，我族原本上千的族人，苦战至今，已经只剩不到100人。现在退下一个人，便是少了1名战力，所以我不能退。难道这次真的顶不住了吗？这是……你的剑招越来越强了。你也不差，但是这些畜生太多了，一直这么下去，我们肯定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候。宫小姐，我需要你的配合。要我怎么配合？你还记得当初在烈云山我曾说过，龙下潜水渊，上入云雾吗？当然记得。所以，接下来使用你的青龙，在云雾中大显神威吧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便不客气了。居然将海蛟全部击退了！好，浮云岛保住了！这是灵鱼龙蟒，赢不了，这么巨大的身影，根本赢不了。居然能躲开这一击，看来他的实力相比之前也进步不少啊！你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。这畜生的皮太厚，根本砍不开一道口子。眼睛，无论皮有多厚，眼睛都是弱点。去攻击他的眼睛，说不定有取胜的机会。记忆九式，吹雪。宫小姐，我没事，我见你轻功精妙，便模仿着试了一下，如何？只是模仿就能做到这种程度，这宫小姐的天赋简直可怕呀！快躲开！宫小姐，我需要你协助，用你的武灵加强我的剑招。好。
岛正在飘走。奇异九式，观云。二位侠士，此次浮云岛能逃脱一劫，全靠二位力保。长老哪里的话，我们本来就有求于浮云岛，自是应该帮诸位守岛。不过长老，现在脱离危险是暂时的，那些海蛟迟早还会追上。唉，或许这就是浮云岛和我族的宿命吧。只可惜没能为剑尊保住这座岛。长老，那剑尊口口声声说护佑我族，但近100年都未现身，分明是弃我族于不顾，你又何必为他可惜？不得对剑尊无礼。你们是说，守护你们的剑尊消失了近100年，原因为何？不知道，只是不知从哪天起，剑尊再也未来过了。甚至不只是剑尊，天地领域再也没来过一个人，仿佛我们被遗忘了一般。天地领域也没人来过，浮云岛的存在并非只有我一人知道。浩然天帝谋害我之后，居然没派人将岛占领，难道天地领域发生了什么吗？不过现在的关键是那样东西，那位剑尊就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神器灵宝，让你们足以应对危机吗？有，那剑尊在巨树之顶留下了一把神剑，名为天灵。果然，天灵还在。既是剑尊留下的神兵，斩杀那凌云龙蟒自是不在话下。既有如此神兵，长老何不将那神兵拔出，来解眼下危局呢？不行，剑尊之所以将那剑封于树顶，便是要借巨树吸收此岛的灵气，以炼神兵。一旦拔出，剑尊100年的心血便毁于一旦。当年剑尊下令，任何人不得触碰那剑，我族又有何胆量去拔剑尊的神兵？长老，那剑尊分明已弃我族不顾，我族又有何义务遵守他留下的规矩？闭嘴！芷凌，你擅自出逃之事，我不会再追究，但你再敢出言冒犯剑尊，我便不会手软了。二位侠士，我会命人取果实报二位救岛之恩，而我族生死自有定数，无需牵连二位。明日取了果实，二位便离开这是非之地吧。守卫并不算多，只要我顺利到达树顶，就能拔出天理。谁？嘘，痴灵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见你偷偷摸摸的潜入树中，便跟过来了。你是想去偷剑？这……别想骗我哦！之前你和长老谈话时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很在意那把剑。是，我想如果有了那把剑，定然能解开你们的危局。那就跟我来，我知道一条近路，可以绕开守卫。能绕开守卫？难道你之前……没错，我之前就去偷过那剑。你吗？是啊，只可惜我最后已经握住了剑柄，却拔不出那剑。等等，如果我拔不出来，那你……你放心，我是练剑之人，就算是剑尊的剑，我也一样能拔出来。真的？当然，我敢用性命担保。哈哈，那剑就是我封印的，肯定能拔出来呀。那好，我带你去拔剑，但你必须向我保证，你会救我们族人。当然，如果不会救你们，只需等着明天离开便是了。唉，一个无关之人都会这么关心我族，反观那所谓剑尊……到啦！等等！啊！你之前来偷剑时，这里可有守卫？哼，这位侠士倒挺聪明。长老，长老，我跪下！长老，是我要之灵带我来的，一切责任在我，请不要责备之灵。哼，侠士倒是有情有义呀。难不成此前之灵数次偷剑，也是远在陆地的侠士指使的？之灵，你难道真以为天林的守卫如此不堪，会让你数次潜入而不被发现？你先前偷剑，
我当你心系我族存亡，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可你今天居然带着一名外人来，甚至试图将剑交给他。如果这时候坦白我的身份，不行，冷静下来。现在还没有彻底了解情况，万一让天地领域的人知道我未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将志灵关押下去，按我族规矩，绝不会放过你这等窥伺神器的人。但念你曾助我族，又是被志灵教唆，便放你一马。但浮云岛也不会再留你当客，请立刻离开吧。至于神树果实，也不要再想了。不，请按规矩行事吧。行窃之事，是我和志灵共同行动。若是关押他一人，便是我对其不义。请长老将我与志灵一起关押吧。既然侠士有如此觉悟，那老夫便不阻拦了。来呀，将这位侠士也一并关押。是。什么？穆远被你们关押了？我与穆远二人先前力战海礁，才保住了浮云岛。长老此等行为，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吧？我本想放他一马，是他自己要求的。那天林神兵是我族命脉，我如此行事已经仁至义尽了。而作为他的同伴，女侠你也未必能摆脱偷剑的嫌疑。若女侠不想也被关押，便马上离开浮云岛吧。我不会丢下穆远一个人离开的。那这么说来，女侠是打算去牢里陪他了。长老，外敌来袭，恐怕不是我们内讧的时候吧？罢了，全族备战。抱歉，都是我疏忽了，害你沦落至此。不，你无需道歉。族群生死存亡之际，本就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求生。那长老却顽固不化，守护着教条，看似在保护族中传统，却将一个个族人推向死亡。穆侠士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说的话不对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很感动。多少年了，第一次有人认同了我的想法。我曾无数次问长老，那剑尊100年都未曾现身，我族遭逢侵略，也不见他作为，我们为何还要守他留下的规矩？我凤凰一族本就能翱翔天际，何必死守这一座岛？因此我向长老建议，不如舍弃浮云岛，去寻找新的家园。你这是丢了祖宗根基，是对剑尊不忠。所以我只能一个人悄悄偷剑，悄悄飞出岛，去寻找一个能让我族继续生存的地方。可我力量不足，没成功过一次。原来他当初被海礁袭击是这个原因呢。是剑尊，都是那剑尊，用所谓规矩把我族禁锢在岛上，口口声声说会护佑我族，生死存亡之际却不见他的影子。抱歉。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道歉啊？不，你听错了。不好，海礁居然已经入侵到这里了，说明战事危急，我们必须去帮忙。走，我们也去参战。不行，太多了。这样下去，我族恐怕挡不住这次进攻。趁现在去取天灵。到了，只要有了它。怎么回事？穆远！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反而是你的伤。千仞剑指！可恶！你
怎么样？这种程度的伤，我受过无数次了，不打紧。当务之急还是去取天灵。可现在我们出不去，怎么取剑呀？这是你的故乡，应该知道，岛上的巨树其实并不是一棵独木吧？倒是没错，当初剑尊种下无数棵树，最终所有的树缠绕在一起，形成了巨树。没错，但树干并不会缠绕的绝对紧密，所以树干中必定会有缝隙，我们便可以从那里到达树顶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你才到岛上不过1天，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看到树干上有多条缠绕的痕迹，所以推断出来的。居然这么简单就能看出来，你的观察能力挺不错的嘛。这是修士的基本功啊。这几条树根似乎不是自然断裂的。这100年之中，你们一族曾来过这里吗？没有。这树根明显是被人切下来的，如果不是凤凰们，会是谁？这是……奇怪，就算树干之中会有通路，但也不会如此畅通。现在这样，仿佛是为了可以通行，刻意改造的一样。侠士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嗯，这到底是？这看起来是枚符咒。这是……发生了什么？我说这群海蛟怎么会聚集起来袭击浮云岛？原来是这符咒搞的鬼。之灵，这100年间可有外人来过岛上？除了2位侠士，便没有其他人了。能躲开凤凰们的视线，不留痕迹地来到岛的内部。看来画下符咒的人实力不弱啊！去看看上面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药炉，是医师之物。可这里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，怎么会？你怎么？这张脸好像很眼熟。梧桐剑意，这个招式我曾见一人用过。你难道是武林剑尊？不小心暴露了，抱歉，丢下你们近100年。你这么长时间，不对，你的实力怎么会？我被天地灵域的人暗算生死，通过转世，才勉强保住一命。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宫小姐撑不了多久，我们快去取剑。有了，天灵就在那里。这通道直达天灵的位置，难道只是巧合？冲！保护侠士和我们的家！大家！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如果他没受伤的话，应该能立刻拔出剑了吧？剑尊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当你拔出了剑，一定要战胜那巨鲸，带领我族找到新的家园，好吗？当然。难道他是想……啊，我们的家！找到新的家园。你之所以让我答应，原来是为了这样吗？之灵，之灵，穆远他，
那是他的武灵吗？这个武灵，他是。天灵中蕴含的一丝我曾经的灵气，也用尽了。剑尊，我族等待100年，终于再次见到您了。老臣先前对剑尊不敬，还请剑尊责罚。快醒起！穆远，快点起来！刚刚你身后的是武灵吗？好强，居然能轻松杀死那条巨蛟。那都是剑尊遗留在天灵上的力量，是剑尊太强了。看来剑尊一直在隐藏自己的身份。对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那巨蛟的灵元，那蛟正是100年级的龙形灵兽，它的灵元正适合你修炼。可那蛟是你杀死的，若不是你，我也没机会拔出天灵，战功也有你一份。另外还有这个东西，梧桐子。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宫兄的药物也解决了。你答应我的事是拔出了天灵，浮云导引。有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新的家园。去禀明长老，浮云岛被毁了。是。你怎么样？没事，还撑得住。这2个人都走了10几天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快看，那是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刚刚有一群奇怪的鸟飞过去了。在哪儿啊？哎，刚刚还在的，现在飞走了。我回来了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穆远呢？他……诸位，你们数百年来为我守卫浮云岛，已经仁至义尽，我也不便再束缚你们翱翔四海的天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便自由了。这些种子可以种出梧桐，你们取走，到你们喜欢的地方重建家园吧。谢剑尊再次新家。快请起！你们为我守护浮云岛100年，这是应得的。从此一别，不知还会不会相见。但剑尊若有需求，我族定会再次聚集，以助剑尊。你不走吗？我想要留下来。我本以为你只是个丢弃我族的家伙，说了你很多坏话，没想到你却是最能理解我的人。我留下来想跟你道歉，并且……这小家伙天性自由，是最契合凤凰本性，又心思善良，是个好苗子，留下来多加栽培倒也不错。好啊，那这烈云山从此就是你的家了，你要保护好这里哦。我明白了。这次种下梧桐，又有凤凰居住，原本偏僻的烈云山便有了灵气，之后修炼也会事半功倍了。那么，烈云山便交给你了。明白。药好了，不过丑话说在前，这个药只是我师父的设想，并不能保证一定有效。而且梧桐树种灵力充沛，对于一般人而言，药性还是霸道了些。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，未必能撑得住。所以要不要喝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九灵，修为的事情，其实你不用太过执着的。老姐啊，你也知道，修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现在有了机会，
我又怎能放弃？九灵，你怎么样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乱窜。看来以他的功力无法承担药力，我想想，怎么办？这穆远，小心，这药力很强，也会反噬你的。我也来帮忙。不用，这梧桐是我所种，也只有我能用真气控制它的药力，其他人帮不上忙。我先前见过他的武力，那是一枚盾牌，盾牌则主要防御中庭，所以药力的集聚点应该也是中丹之位。药力似乎结束了，我挺过来了，我是不是可以修炼了？看把你高兴的，显现武灵不过是个开始，修行的路可没那么容易。你身体未愈，先暂且休整一下，修行的事，我和你姐姐会想办法。好啦，你现在需要调理，别这么兴奋的，不然死了我可不管。啊，好。穆远，这次谢谢你了，我何必道谢？公兄遭罪，有我的责任，我为他寻药，自是应该。不，虽然要的事也要感谢你，但我是在说这个。那蛟龙是你杀的，这灵元是珍贵的修行材料，而你却……这灵元正合你的武灵，给我反而没那么大用处，而且我有了这个。这就是天界剑尊的剑，即便已经没有了灵气，但依旧能看出其构造的不凡啊！我们何不趁机将这2件宝物吸收？好啊，这一次看看我们能提升多少。哼！哎！他还未好吗？手诀阴心，包清修复，手三阴经已经完备。那么，这是不止兵刃，连人形的武灵也是残缺的吗？这么奇怪的事，还真是第一次见到。武灵化形，看来你已经到达了巨元境。不错，按照规矩，每当武灵化形的时候，修士便可以为武灵起一个名字，那我便称她为偃月神女。不过，你体内的气息分明还没到巨元境，却已经能化形。大概是剑尊的力量让我提前化形的吧。你看我在浮云岛，不就靠天灵完整化形了吗？我的武灵既然是吸收剑尊的力量显现的，那我便称其为剑尊吧。虽然这就是我本来的名字。穆远，距离初见之时我败给你，已经过去几个月了。现在，我要再次向你挑战，你敢应战吗？他怎么还记得那件事啊？好，我便接了你的挑战。那便接招吧。他虽然武灵化形，但并不完整。现在的我，绝对能胜过他。这招式是模仿我的听风，他的学习能力果然很强。看来要战胜他，需要一些新的手段了。别想跑！和我一起这么久，你就没发现？我从未在战斗中逃跑过。奇异九式，化雨。分裂。这是我在烈云山教他的方式。你输了。那个，宫小姐。哼，怎么，我老姐还不理你啊？是啊，你切磋输了而已，已经一整天了。我老姐从小到大就没输过，连续2次都败给你，自然会这样了。
你也算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了，就让他自己别扭一会儿吧。唉，只能这样了。你身体怎么样了？我现在可是前所未有的舒坦呀！你看，我这5连不是随便显现吗？是您气劲的气息，真的没问题了。秦川怎么说？哎，别提了，他看我完全恢复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研究那药方去了，还让我们都不要去烦他。倒是那小妮子的风格。城主，京城发来警报，还有老爷也写给您一封家书。哎，家书与公文一起寄，倒也稀奇。是。什么？玉清公主要和南方的黎明国结亲？不错，结亲队伍不久之后就会到凤云城。看来之前父亲在朝中繁忙的事，便是和亲了。九灵，这结亲可是大事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不只是朝廷会追究你的责任，恐怕公家也会被牵连。我才刚刚上任，就遇到这么大的事。你们在聊什么啊？哎呀，抱歉木兄，只顾着说话了，却忘了木兄不太了解这里面的事情。这黎明国我倒是知道，位于烈云山南方。黎明国军政一体，素来喜好征战，曾和苍云国互相拉锯了几10年。但这玉清公主是……玉清公主是当今皇帝的小女儿，我和她的关系不错，算是朋友。朝廷最近政局不稳，无力应付黎明国，看来是打算用联姻为稳了。可是现在，凤云城周围有天明宗的势力盘踞，结亲队伍这时前来，木兄，这件事恐怕又要麻烦你了。此事和凤云城有关，我穆家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就算你不拜托我，我也会主动请缨他。木兄，此事便交给我，我来负责结亲队伍的安全。好新鲜的空气，和海上完全不一样。你还想往哪儿跑？跑这么偏僻，倒也帮我们省了点功夫。我才在这安家，你们就来干坏事。你是什么人？城主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宫小姐，九灵和穆家主正在后面练功，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。刚才城外来了一伙人，抢占了咱们的军营。抢军营？是谁这么大胆？他们自称是迎亲队的先锋，来凤云城负责接管防务的。走，叫上九灵，咱们去看看。你们不是朝廷派来的吗？怎么能做出抢夺军营这种事？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，一口一个抢的，我们就是借用几天，各位不会这么小气吧？就凭这帮老弱病残，还是算了吧。如果不服气的话，你们可以再抢回去呀。可恶！城主来了。干嘛的？我是凤云城城主，要见你们的主将。让开！喂，说话客气点，我们主将可不是。那家伙是云路，云家老四，你们认识？云家是京城另一大族，向来跟我们宫家不对付。没想到这次公主迎亲，他也领了差事。哟，这是谁来了？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那个没有武灵，只能躲到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当个缩头乌龟的废物吗？云路，你擅自带兵冲击地方军营，是打算造反吗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身为护卫队的先锋，自然要保证公主的安全。谁知道只是简单试探了一下，结果你手下的废物连自己老窝都保不住。也难怪，
跟着你这种废物，能是些什么好货色？云露，马上带着你的人从我们军营里撤出去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俩比试比试，你要是赢了，我马上就撤。云露，想挨打的话，我来陪你过2招。哎呀，又是姐姐帮着出头，我好怕哟！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宫九龄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只会靠女人的软蛋，难怪手下的兵也是废物。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吧。姐，穆兄弟，我自己解决。可你才刚刚觉醒武灵，让他去吧。可是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我说你怎么有胆量和我比试？也罢，就让我来试试你这武灵的成色。从小到大，你还是这么张扬跋扈。你要看不惯我，等下就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厉害呀！城主，狠狠地揍他，给我们报仇！瞅瞅，这就是你的废物兵，打输了只会哭着找家长吗？瘦得跟蚂蚁似的，还想报仇？别笑死人了！切，不被我们将军打死就烧高香了。我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，容不得你侮辱。嘿，这些话等你打赢我再说吧。九龄，我没事。看看，我早说那鸡崽子城主打不赢我们将军吧？哟，不知道刚才是谁信心满满，让鸡崽子城主帮忙报仇啊？哼，果然垃圾就是垃圾，就算觉醒了武灵，也挡不住我一击。认输吧，还比较轻松点儿。认输？不可能。那就如你所愿，你挡，继续挡啊！就这破武灵有什么卵用？九龄，起来，反击！哼，反击？就凭他的王八壳子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！哇！怎么回事？这家伙还是胆大呀，居然忍到现在才出手。什么意思？宫兄的盾牌主防御，而且刚刚获得不久，使用起来还不够熟练，所以我传授了他一套功法，能够吸收对方的进攻，然后再反弹回去。不过以目前宫兄的修为，还无法做到多次吸收后积累，只能吸收一次，反弹一次。结果他居然一直坚持到对方发出最强一击才使用，打得对手出其不意。云露，你刚刚打得很开心吗？接下来轮到我了。糟了，那人的速度好快，不行，九龄绝对挡不住。居然能逼得云宗泽不得不抵挡。谁？我。那个年轻人居然能挡下我的招数，巧合，绝对是巧合！云宗泽，把他们都给我干掉！云宗泽，居然是他，云家外门的第一高手，实力几乎与爹爹不相上下。云，那个云什么？刚刚你还在嘲笑宫兄，结果轮到自己，反倒要躲在别人身后了。云什么？云宗泽，不管这小子是谁，给我弄死他！大概是我多虑了，这种偏远小城怎么可能藏着如此高手，还如此年轻？长老可是巨猿的修为，能够武灵化形，即使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掌，也不是那小子可以抵挡的。什么？云宗泽居然……吸收天灵之后，我的经脉又被修复了一条，加上之前获得的力量逐渐融合，我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。荒山野岭藏凤凰，我倒是小看你了，你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不过很可惜，你惹错人了。那是他的武灵，
为什么是残缺的？这小子疯了吗？他不会是打算不用兵刃，直接拿低阶武灵对抗化形武灵吧？这是灵魂攻击，好厉害的功法！精神力不够强大的话，恐怕直接就魂飞魄散了。但可惜，遇到了我的精神力还是当年武灵剑尊的强度。上！他没事，他居然没事！哼！这。长老败了，你输了。接下来该做什么，就不用我说了吧。云路，马上带着你的人从军营里撤出去。可恶，我才不会被你这个四少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咱们走吧。哼！云宗泽，去元修为，输的未免太容易了些。木兄，多谢了。你的伤怎么样？啊，幸亏我的武灵式盾牌挡住了大部分攻击，没什么大碍。这羽毛不是志灵的吗？志灵似乎有事找我，这里先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烈云山走一趟。四少爷息怒，云宗泽，枉你号称我云家外门第一高手，居然连那个小子都打不过，还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败给宫九龄这个废物！四少爷，请恕属下多言。今天的事情的确是咱们孟浪了，之前二少爷交代过。二少爷，你眼里只有你的二少爷？难道我云路就做什么都是错的吗？四少爷误会了，二少爷说的是咱们这次一定要置公家于死地，所以一时的失利不足以动摇大局。哼，你的意思是？今天所发生的一切，属下保证，定会让他们10倍、100倍的还回来。站住！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别废话，杀了他！是。混账！你敢动手？上！小兄弟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能不能打一顿就算了？我看你们面生的很，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小兄弟，我承认你实力不错，但有些事情最好还是少打听，否则你担待不起。好，剑尊，你怎么来了？原本我在等剑尊，结果听到此处有打斗声，就过来看看。他刚才打算偷袭你，被我发现了。被我制服的时候都没有动用袖剑，却要对这个女孩子使用，看来他的身份不一般呢。你这家伙刚练出武灵就去跟人家比，是不是有点飘了？不是啊，那家伙欺负我的手下，还当众向我挑战，谁知道打完的时候没什么事儿，晚上突然就疼起来了。你这是暗伤，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这条胳膊说不定就废了。外面怎么乱哄哄的？怎么回事？城主大人，有狂徒竟敢冲击城主府！是谁如此大胆？云宗泽，怎么又是你们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真当我宫家好欺负不成？云某到此是来捉拿凶手的。什么凶手？凶手就是害死我家四公子云路的人，凤云城主宫九龄。什么？云路死了？怎么可能？云路将军伤势过重，难以医治。宫九龄，云将军只是与你切磋，你居然下此毒手！明明挑衅的是你们，不依不饶的也是你们。若是有机会，我不信云路会对我留手。莫要狡辩！凤云城主宫九龄涉嫌杀害云路将军，给我拿下！谁敢？阻挡我们捉拿要犯，宫小姐真当宫家可以只手遮天了？云宗泽，你这一个罪名接一个罪名扣过来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若是宫家问心无愧，
又为什么害怕我说呢？姐，你怎么了？头晕，感觉意识有点模糊。